在所有人眼里，塞拉菲娜一直是个又漂亮又可怜的姑娘，就像这场木偶戏演的一样，永远是那个被欺负的受害者。可真相往往藏在幕后，这些让人同情的戏码，竟然全是她亲手编排出来的，连那些提线木偶都在她的掌控之中。她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主角，永远站在最耀眼的聚光灯下，优雅地操控着全局。这就是我的好朋友塞拉菲娜，一个藏得最深的顶级玩家。塞拉菲娜，你的木偶戏演得确实够久了，这种骗人的小把戏也该到此为止了。趁现在，赶紧和你那些宝贝玩偶告别吧，因为接下来我要在所有人面前亲手砸碎你精心编排的这场戏。既然你这么喜欢装可怜，那我就送你一场最盛大的谢幕。再见了，大家眼里那个完美的伪君子。皇宫宴会厅的大门已经开启，真正的反击现在才要开始。不出所料，塞拉菲娜身边还是围满了人，这位所谓的社交界名花，走哪儿都是全场的焦点。不过大家很快就发现，平时那个寸步不离的跟班拉里，今天竟然没露面。那个总是穿的像个佣人，整天围着塞拉菲娜转的跑腿女孩去哪了？就在这群人还在四处搜寻那个寒酸身影的时候，一位气质完全不同的女性正优雅地穿过人群。谁能想到，那个曾经卑微到尘埃里的影子，已经彻底脱胎换骨，要让所有人都看走眼了。谁能想到，这个惊艳全场的女人，竟然是曾经那个卑微的跟班。路人们都在窃窃私语，打听这位神秘女士的身份。拉里听着这些议论，心里却异常平静。那些难听的绰号、跑腿的仆人，甚至是塞拉菲娜的垫脚石，这些曾经贴在她身上的标签，如今都要一个个撕掉。拉里心里很清楚，那些难听的绰号早就跟现在的他没关系了。路人们都在小声打听，这位气质高贵的女士到底是谁。而此时的塞拉菲娜正被一群男人围在中间，大家都在争夺想请她跳舞。她在那儿装得温柔又大方，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吹捧。她还以为自己是全场的主角，却根本没意识到属于她的风头就要被抢走了。塞拉菲娜正享受着众人的追捧，觉得自己就是社交界最美的女人。可就在这时，拉里优雅地穿过人群，直接走到了她面前。塞拉菲娜整个人都定住了，她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个曾经被她踩在脚下的女人，现在竟然变得这么耀眼。拉里微微一笑，问她是不是等了很久。全场的人都看傻了，谁能想到，这个惊艳全场的女人，竟然是以前那个不起眼的拉里。名媛们在背后小声嘀咕，说她这身行头全是顶级货，连大贵族都未必能买到。塞拉菲那听得心里直冒火，她故意凑过去，阴阳怪气地开了口。她说拉里今天确实挺努力，可惜长相太普通，穿这么华丽反而显得不协调。这明摆着就是在嘲讽，说他就算砸再多钱，也掩盖不了那股寒酸气。塞拉菲那还在那儿装好人，假惺惺地跟拉里说，这身衣服选得太失败，只有他才最了解拉里的风格。结果话还没说完，一个冰冷的声音直接打断了他，问他是不是故意说给自己听的。全场瞬间安静了，众人惊呼出声，竟然是克劳迪亚小姐。埃万杰林拿着折扇优雅登场，眼神里全是轻蔑。他当众甩出一句话，直接让塞拉菲娜下不来台。他说这件衣服就是他选的。塞拉菲娜这是在质疑他的眼光吗？如果说塞拉菲娜是社交界的百合，那埃万杰林就是那朵最带刺的红玫瑰。身为帝国唯一的公爵千金，她才是真正的顶级名媛。可谁能想到，这位高不可攀的大小姐竟然当众牵起了拉里的手。她用行动告诉所有人，自己选的是拉里，而不是那个自以为是的塞拉菲娜。全场瞬间炸开了锅，大家都在小声议论，这位大人物怎么会亲自下场？看着这一幕，塞拉菲娜彻底沦为了背景板。这下社交界的风向真的要彻底变了。埃万杰林笑着问塞拉菲娜，你真的了解拉里吗？看大家的反应，你刚才说的话可不太对，毕竟拉里今天的造型可是我从头到脚亲手设计的。塞拉菲娜这下彻底愣住了，埃万杰林眼神瞬间冷了下来，说你不仅随便叫拉里的昵称，还当众贬低他的打扮，这不明摆着是在说我这个公爵千金的审美有问题吗？塞拉菲娜吓得定在原地，想解释却根本说不出话。埃万杰林根本不给他机会，他亲昵地搂住拉里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，比起只会对别人指手画脚的人，显然是现在的拉里更漂亮吧。这一波反击简直太解气了，看以后谁还敢随便欺负拉里。埃万杰林这一招太狠了，他直接把问题抛给在场所有人，问大家是不是也觉得拉里最美。刚才还在看戏的男人们，现在哪敢反驳这位大小姐，只能顺着她的意思拼命点头拍马屁。塞拉菲那眼看自己成了笑话，干脆使出了杀手锏，他当众演起了苦情戏。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好心，结果拉里刚交上权贵朋友，就开始嫌弃他这个老闺蜜了。这番话明里暗里都在讽刺，说拉里是个趋炎附势的小人，故意在仗势欺人。不得不说，这朵绿茶的演技确实到位，他这是想把脏水全泼回拉里身上。埃万杰林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把戏，他冷笑着说，你不敢对我怎么样，就只会挑软柿子，你也去欺负拉里，别再用眼泪来掩盖你的心虚了。洛佩兹小姐，真正的朋友可不会像你这样站在道德制高点指手画脚。埃万杰林根本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，他直接下了最后通牒，如果你还想维持这段所谓的友谊，第一步难道不该是先给拉里道歉吗？说完，他连正眼都没瞧对方一下，牵起拉里的手就直接离开了现场，留下塞拉菲娜一个人在原地发愣。刚才还胜券在握的塞拉菲娜，这下彻底成了全场的笑柄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精心准备的苦情戏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竟然这么不堪一击。
离开喧闹的宴会厅，拉里轻声向埃万杰林道谢，感谢他刚才的挺身而出。可埃万杰林却突然停下脚步，语气变得有些严肃。他说：“拉里，你给我听好了，送你这件礼服可不是因为我有多喜欢你，纯粹是因为你站在我身边。如果穿得太寒酸，丢的是我这个公爵千金的面子。”他转过身，眼神里透着不容置疑的霸气。我这人最护短，绝对受不了自己的人被别人瞧不起，所以从现在开始，你必须寸步不离地跟着我，听懂了吗？虽然嘴上说着嫌弃的话，但这分明就是在宣布主权啊！这种被大佬罩着的感觉，也太有安全感了吧！看着埃万杰林那副口是心非的样子，塞拉忍不住笑了。这位传说中的恶女大小姐，其实比谁都要温柔。她紧紧跟上对方的脚步，语气坚定地回答：“那是当然了，毕竟您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依靠的人。”塞拉这波直球表白，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忠诚。他心里早就认定了，自家这位大小姐才是全天下最好的。这种外人眼里的恶女，在他看来却是最值得守护的光。时间回到几周前的茶会，我竟然穿越成了拉里。既然占了人家的身体，以后就要按他的身份活下去了。可刚睁眼，我就发现这处境简直荒唐的离谱。我只能抱着厚厚的靠枕走过去。格雷戈里正对着塞拉菲娜嘘寒问暖，生怕她坐久了会不舒服。他甚至还想伸手去扶，塞拉菲娜却只是礼貌地回绝了。这两人之间的气氛，怎么看都透着一股不寻常的味道。塞拉菲娜笑得那叫一个灿烂，只夸格雷戈里体贴。我抱着一堆靠枕站在旁边，怎么看都觉得自己像个外人。记忆里我们三个是青梅竹马，关系确实没话说。可现在的气氛总让我觉得哪里不太对劲。最离谱的是，格雷戈里明明是我的未婚夫，他现在却像个跟班一样，围着塞拉菲娜转个不停。他甚至还亲手递上热茶。塞拉菲娜倒是很享受这种照顾，还感慨起当年的三个人。可他是不是忘了，我现在只能在这儿当个搬运工？格雷戈里还在那儿邀功，说当年救人时自己受了多重的伤。塞拉菲娜也跟着唱双簧，口口声声说拉里能活下来全靠我。这种道德绑架听着就不对劲。我想开口反驳，却发现嗓子像被堵住了一样，根本发不出一点声音。就在这一刻，一段被埋掉的记忆突然冒了出来，那是小时候掉进池塘的那天，冰冷的湖水瞬间把人淹没。当年的真相恐怕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样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是塞拉菲娜把我从水里拉出来的，那种死里逃生的感觉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可他当时并没有安慰我，反而冷冰冰地丢下一句，让我以后自己小心点，语气里听不出一点担心。原来就是因为这份救命之恩，我才一直对他言听计从，不管他提什么过分的要求，我都觉得自己欠他的。可看着他现在这副优雅的样子，我突然觉得哪里不对劲。等等，如果当年的真相根本不是这样呢？塞拉菲娜以前总爱拉着我的手，说我是他唯一能依靠的人，还求我去池塘边帮他采花。那时候我真以为这是姐妹情深，可真相哪有那么美好？要不是为了帮他采那些破花，我根本就不会掉进水里。他哪里是什么救命恩人，分明就是害我落水的罪魁祸首。现在的他还是老样子，故意弄湿裙子，装出一副柔弱无助的样子，甚至还要我蹲下去给他系鞋带。他真把我当成呼之即来的仆人了。看着他那副理所当然的样子，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我以前到底为什么要忍他？格雷戈里冲过来，一把夺过靠枕，语气里全是责备。他眼里只有那个娇弱的塞拉菲娜，根本不在乎我在这儿站了多久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耳边就传来了那些刺耳的议论声。旁边的贵族小姐们都在看笑话，说我堂子爵继承人竟然像个女仆一样在这儿倒贴。他们的声音并不大，却一字不落地传进了我的耳朵，说我为了维持这段友谊，连最后一点自尊都不要了。看着自己这身灰扑扑的裙子，在他们眼里，我根本不是什么闺蜜，只是塞拉菲娜身边一个见不得光的影子。我的身体竟然还在下意识的服从，明明心里已经清醒了，手却还是在帮他擦拭裙摆。旁边的议论声简直要把我淹没，他们说有我这种人在旁边，反而更能衬托出塞拉菲娜的高贵，我成了她最完美的背景板。我用力抓紧了手里的帕子，拉里，你真的打算就这样忍气吞声吗？在塞拉菲娜眼里，我根本不是什么朋友，只是一个可以随意摆布的木偶，被当成仆人一样使唤，甚至成了全社交界的笑柄。难道你真的甘心一直这样下去吗？去他的忍气吞声！我再也不想当那个任人摆布的木偶了。既然你们不把我当人看，那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爆发。我直接猛地一推，把塞拉菲内从椅子上掀了下去。看着他四脚朝天摔在地上的样子，心里简直爽透了。你不是爱装柔弱吗？这下让你摔个够！格雷戈里像疯了一样冲过来，大声质问我是不是疯了。在他眼里，我永远是那个该被指责的人，但我已经不在乎了。既然撕破了脸，那我就要把这桌烂席彻底掀翻。刚才那一刻，我竟然真的做到了。那种被束缚的感觉全没了，身体终于完全听我的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再也没有人能把我当成提线木偶。这是一本叫《可爱的塞拉菲娜》的小说，讲的是个标准的灰姑娘故事。塞拉菲娜出身平凡，虽然日子过得紧巴巴，但她心肠特别好，总是把仅有的东西分给穷人。大家都盼着这个善良的姑娘能在社交界大放异彩，最好能遇到一个完美的归宿。可惜好日子没过多久，恶毒女配埃万杰林出现了，因为嫉妒，她要把塞拉菲娜彻底毁掉。小说结局倒是挺圆满，塞拉菲娜克服了所有困难，最后跟王子过上了幸福生活。
而我呢，只是书里一个连脸都没露过的青梅竹马。这种路人甲的角色真是再平凡不过了。可谁能想到，现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。格雷戈里还在那儿心疼的不行，生怕她受了一丁点委屈。可你们看这姑娘现在的样子，哪还有半点虚弱的影子？原来这个所谓的圣母女主才是心机最深的那个。格雷戈里这下是真的火了，当众对着拉里大吼大叫，非要他立刻道歉不可。塞拉菲那还在旁边装好人，嘴上说着没关系，这绿茶味儿都要溢出屏幕了。周围的人全在看笑话，都在传是拉里推了他。毕竟格雷戈里原本是拉里的未婚夫，这出抢男人的戏码大家都看得津津有味。格雷戈里还在那儿教训人，让拉里以后对他客气点。可谁能看到这姑娘嘴角那一抹得意的笑？他这招以退为进，真是把所有人都玩弄在鼓掌之间。塞拉菲娜这演技真是绝了，刚消停没2分钟，又开始喊着头晕站不稳，顺势就倒进了格雷戈里怀里。他还装出一副受惊的样子，说自己害怕的要命。这以退为进的手段，直接把格雷戈里拿捏得死死的。格雷戈里现在满脑子都是保护欲，对着拉里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，觉得是拉里害得他的宝贝受了委屈，甚至还要大张旗鼓的去请医生。拉里在旁边看得简直无语，这出戏演得也太浮夸了，能不能稍微收敛一点？全场的人可都看着呢。拉里本来想息事宁人，干脆主动低头认个错，好让这出闹剧赶紧收场。可塞拉菲娜的反应太奇怪了，那眼神冷得让人脊背发凉，这根本不是受害者该有的样子，倒像是阴谋被拆穿后的愤怒。格雷戈里还在那儿拉偏架，对着拉里大声质问，完全没法陷怀里的人有多可怕。眼看场面就要失控，宴会的主人终于坐不住了。这位伯爵夫人表面上客客气气，其实是在下逐客令呢。他想把这几位请去休息室，毕竟再闹下去，整个宴会的脸面都要丢光了。格雷戈里简直是疯了，指着地上的高级地毯大发雷霆，觉得这根本不算什么万全的准备。他小心翼翼地抱着塞拉菲娜，说她身体娇弱的像瓷娃娃，哪怕只是轻轻碰一下都会出大事，甚至吵着闹着要立刻叫医生过来。这话听得约翰森伯爵夫人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男人到底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为了这场聚会，他特意准备了最顶级的草坪和地毯，连点心都是按客人的口味定制的，还有几十个仆人随时待命。结果在格雷戈里眼里，这些心血全成了摆设，就因为他的宝贝受了一丁点委屈，他就要把所有人的努力踩在脚下。拉里实在是听不下去，当众反驳格雷戈里太没礼貌，明明地上铺满了厚厚的垫子，塞拉菲娜怎么可能真的受伤？他心里很清楚，如果今天真传出有人受伤的消息，那伯爵夫人的面子可就丢光了，这甚至会毁掉整场宴会的名声。为了顾全大局，拉里决定把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。他恭敬地向伯爵夫人低头道歉，谎称是自己在帮塞拉菲娜检查鞋子时不小心才引发了这场混乱。可格雷戈里显然不打算罢休，他一脸狐疑地盯着拉里，觉得这个理由简直荒唐透顶。这男人到底还要死缠烂打到什么时候？拉里顺着格雷戈里的话往下说，既然你说他身体娇弱，那我刚才只是想帮他检查一下鞋带，毕竟我看那鞋带系得挺结实的，怎么会平白无故就摔倒了呢？这话一出，塞拉菲娜整个人都僵住了，他万万没想到拉里居然会用这种方式反击，这下他反倒成了那个理亏的人。拉里紧接着又补了一刀，他装出一副非常愧疚的样子，说自己只是轻轻碰了一下，没想到塞拉菲娜的身体竟然这么弱，弱到连这点力气都承受不住。他当众请求塞拉菲娜的原谅，把体弱多病这个标签死死地贴在了对方身上。这招以退为进，简直让塞拉菲娜有苦说不出。拉里这招真是高明，他笑盈盈地走向拉里，特意叮嘱说话要客气，这哪是提醒，分明是在教对方怎么演戏。伯爵夫人果然坐不住了，她当众提出了那个最致命的问题，难道是塞拉菲娜故意设局，非要逼着拉里当众下跪吗？拉里被问得措手不及，只能语无伦次地说是误会。可这种时候越解释越乱，反倒坐实了对方在欺负人。伯爵夫人一眼看穿了这些小把戏，她盯着地上的茶渍，语气变得冷冰冰的，既然你们这么喜欢闹腾，那就干脆把座位全部重新排。她直接下令让所有人起立，既然这顿饭吃得不安生，那就用女主人的身份强行收场，谁也别想在她的地盘继续撒野。伯爵夫人连个正眼都没给，直接丢下一句祝你玩得开心，就这么头也不回的走了。这明摆着就是下了逐客令。塞拉菲娜整个人都傻了，她还想开口挽回点什么，可对方根本不给她这个机会。这种被当成空气的滋味，她恐怕还是第一次体会到吧。看着她那副不知所措的样子，拉里心里只觉得一阵痛快。这种被人彻底无视的冷遇，可是拉里从小到大的家常便饭。现在终于轮到你来尝尝这种痛苦了，真是一场精彩的因果报应。闹剧总算告一段落。几天之后，故事回到了拉里的宅邸。女仆推门进来汇报，说塞拉菲娜和格雷戈里的信最近简直是一封接一封地送过来，看样子那两个人是真急了。拉里连头都没抬一下，语气平淡的像是在说一件垃圾，把那些信全都扔进火炉里烧了，以后只要是他们的东西，通通这么处理就行。毕竟现在对他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去办。他手里正紧压着一份文件，眼神里透着志在必得的冷淡，这才是他人生的重头戏。那上面赫然写着婚约解除书。随即火气印重重落下，这份婚约解除书总算大功告成。拉里参考了所有案例，确保这份文件无懈可击。他一刻
也不想再等了。毕竟谁能忍受未婚夫把自己当女仆使唤，却转头去讨好别的女人？说白了，格雷戈里不过是个没继承权的次子，他费尽心思求婚，盯上的全是拉里背后的家产和爵位，甚至连他的父母都看穿了这场骗局。为了家族的安宁，这封信必须立刻寄出去。拉里正准备把信寄出去，门外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大门就被狠狠撞开了。闯进来的正是格雷戈里，看他这副气势汹汹的样子，显然是来者不善，连女仆都没能拦住他。拉里倒是表现得很冷静，他知道有些账迟早要算清楚，于是直接打发走了女仆，打算单独会这个男人。既然他主动送上门来，那正好当面把这婚给退了。拉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格雷戈里就先倒打一耙，责怪他做事太鲁莽。这副兴师问罪的嘴脸，真是让人看都不想看。他甚至当场大吼大叫，质问拉里为什么不回信，甚至还骂他是不是疯了。拉里可不惯着他，直接回怼说，不请自来闯进别人房间的人，才更像是疯子吧。他随口编了个生病的理由，想看看这男人到底想干嘛。结果格雷戈里根本不关心他的身体，反而开始抱怨上次野餐的事。看来在他眼里，拉里的情绪根本不重要，只要没顺着他的心意，那就是天大的罪过。格雷戈里居然还有脸要道歉，甚至还要拉里向那个女人低头。拉里直接开始装病咳嗽，故意让他把那些废话再说一遍。看着对方吃瘪的样子，他心里只觉得好笑。既然对方给脸不要脸，那他也没必要再客气了。拉里优雅地坐下，手里还攥着那封退婚信，反过来质问格雷戈里，私闯女士闺房到底是谁没教养？格雷戈里还想拿未婚夫的身份压人，觉得两人之间不需要讲礼貌。拉里听完却笑了，这正合他的心意。既然你觉得未婚夫可以不讲礼数，那这个身份我看也没必要留着了。拉里把格雷戈里的烂事全翻了出来，在野餐会上只顾着照顾别的女人，事后还发信指责未婚妻没同情心，这种男人居然还有脸在这儿叫嚣。格雷戈里甚至还放出了狠话，威胁说要解除婚约。拉里听完直接笑出了声，这不正是他想要的吗？他顺手亮出了手里的信封，这就是早就写好的退婚书。既然你主动提出来了，那我就大发慈悲成全你。格雷戈里这下彻底没话说了，拉里可没打算给他留面子，一个连未婚妻生病都看不出来的男人，根本不配留在他身边。这婚今天必须得退，要是你现在不敢接，那我就直接寄到你家里去。拉里连半分钟都不想多待，直接下了逐客令。既然退婚书已经亮出来了，那这位前未婚夫就该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。他笑着叫来管家和女仆，说是这位客人要走了，让他们务必好好送。这逐客令下的真是一点面子都没留。格雷戈里还想再纠缠几句，可一抬头就撞上了身材魁梧的像座山一样的汉斯，那股嚣张劲儿瞬间就灭了。他只能一边被强行带走，一边嘴硬说是因为拉里生病，自己才大发慈悲先离开。这副死要面子的样子，真是滑稽到了极点。看着他被拽走的狼狈背影，拉里优雅的挥手告别。这种只会放狠话的男人，以后还是少出现在他面前。终于把那个瘟神给送走了，拉里只觉得身心俱疲，在这个世界当个配角，真是比干苦力还要命。就因为没顺着女主角的心意，就要被所有人指责是疯子，这种被剧情强行降智的日子，他真是1秒钟都过不下去了。现在他只想大喝一场。看着杯中摇晃的红酒，拉里心里其实也没底，光靠解除婚约这一招，真的能彻底摆脱这该死的命运吗？塞拉菲娜就像是世界的中心，所有人都必须围着她转，爱她甚至成了每个人的出场设置。这根本不是什么魅力，而是让人无法反抗的诅咒。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配角，真的能从这种陷阱里逃出去吗？拉里突然意识到一件事，在这个被操纵的世界里，受害者恐怕远不止他一个。在原本的故事里，克劳迪亚小姐可是头号反派，她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变着法地折磨女主角塞拉菲娜。最离谱的是，连她的亲哥哥克劳迪亚公爵最后都倒戈向着外人，美其名曰是为了替妹妹赎罪，结果却跟塞拉菲娜搞在了一起。按理说现在剧情才刚开始，两人根本不该有交集才对，可拉里仔细一琢磨，发现事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什么清纯可怜的女主角啊，塞拉菲娜现在正忙着到处造谣呢，她才是那个躲在背后把克劳迪亚小姐往死里整的人。拉里越想越觉得离谱，这哪是什么恶女欺负小白兔，分明是高端绿茶在玩弄人心。这种被颠倒黑白的剧本，真是让人看了就火大。拉里越想越觉得憋屈，直接对着酒瓶就开始猛灌。明明是塞拉菲娜先挑的事，凭什么最后背黑锅的全是他们这些所谓的配角？他坐在椅子上冷静了一下，仔细想想，自己和那位被骂成恶女的小姐，其实都是被命运捉弄的可怜虫，大家根本就是同病相怜。一个大胆的念头突然冒了出来，既然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，为什么不干脆联手呢？只要他们两个凑到一起，绝对能让那个绿茶原形毕露。只要能打破这该死的剧情设定，什么恶女不恶女的，他根本就不在乎。这烂透了的剧本，是时候由他来亲手撕碎了。一个绝妙的计划已经在脑子里彻底成型了。既然这世界非要逼他当反派，那他就干脆闹个天翻地覆，看谁能笑到最后。第二天一早，拉里的信就送到了公爵府。这封信的主人正是传闻中那位狠辣的恶女埃万杰林。看着信纸上的内容，他竟然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。看来拉里抛出的诱饵已经成功引起了这位大小姐的注意。旁边的男人一脸好奇地问道：“到底是什么样的信，能让平时冷若冰霜的妹妹心情变得这么好？”
埃万杰林优雅地放下茶杯，回答说：“虽然是个从没听过的名字，但心里的语气可真是不小。这姑娘的胆子比他想象中还要大得多。看来拉里的直觉没错，这位恶女大小姐果然对这种离经叛道的提议非常感兴趣。”拉里现在彻底凌乱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昨晚那个离谱的传闻竟然是真的。喝醉后的他简直变了个人，不仅连夜写了封信，还非要女仆立刻送给公主，拦都拦不住。最要命的是，他现在对信里的内容完全没印象，万一写了什么不该写的，这下可真要出大事了。早知道喝酒这么误事，当初就不该贪那几口。既然都穿越过来了，怎么就没带个后悔药的功能呢？还没等拉里从宿醉中缓过劲来，女仆就急匆匆地跑进来报告说，洛佩兹家的大小姐塞拉菲娜竟然亲自找上门来了。看来之前派人来没讨到便宜，这位大小姐是坐不住了，打算亲自过来给拉里一个下马威。要是换做以前的拉里，恐怕早就吓得赶紧下楼迎接了，但现在的他可没那么好欺负。既然对方是来找麻烦的，那就没必要再客气了。拉里直接告诉女仆，就说自己身体不舒服，让塞拉菲娜自己滚上楼来见他。想让拉里继续听命于人，那他可真是打错算盘了。塞拉菲娜一进门就演上了，火急火燎地冲到床边，抓起拉里的手就开始嘘寒问暖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两人关系多好呢。他嘴上说着担心拉里的身体，话里话外却在阴阳怪气，埋怨拉里竟然让他亲自上楼，这摆明了是嫌接待规格不够。拉里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把戏，既然对方想玩，那就陪他好好玩玩。拉里微笑着把手抽了回来，语气平淡地回了一句：“以前确实都是你随叫随到，我连你家的客厅都没进过。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更像个女仆。”这话一出，塞拉菲娜当场就僵住了。她怎么也没想到，平时那个唯唯诺诺的拉里，现在竟然敢当面撕破脸。塞拉菲娜变脸比翻书还快，她摆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，反倒责怪起拉里以前没说清楚。这种扑面而来的压迫感，让拉里感觉到这具身体在被本能的压制。看来原主留下的心理阴影还没散去，仅仅是对方的一个眼神，就让拉里整个人定在原地。但他心里很清楚，现在绝对不能退缩。如果这时候认怂了，那之前做的努力就全白费了。必须挺直腰板，彻底摆脱这个女人的掌控。就在塞拉菲娜步步紧逼的时候，房门突然被女仆撞开了，她手里死死攥着一封信，大喊着回信终于到了。这一嗓子直接把屋里的火药味给冲散了。拉里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，就听到了一个足以让全城震惊的消息，这封信竟然是克劳迪亚小姐亲自送来的。不仅如此，公爵家的马车甚至已经停在了门口，这哪里是普通的回信，这分明是最高规格的皇室邀请。刚才还气焰嚣张的塞拉菲娜，这下彻底愣在了原地。她怎么也想不通，拉里什么时候跟公爵搭上了关系。看着拉里准备动身的样子，塞拉菲娜心里那点小算盘，这下怕是彻底没戏了。拉里大大方方地亮出邀请函，塞拉菲娜第一反应竟然是觉得他在开玩笑。在他心里，连自己都没资格拿到的东西，拉里这种跟班怎么可能拿得到？眼看拉里不像在撒谎，塞拉菲娜这下是真的装不下去了。他猛地拽住拉里，非要问清楚到底用了什么手段。这种理所当然的质问，简直把自以为是写在了脸上。看着对方这副失控的样子，拉里心里只觉得好笑，他直接把手抽了回来，语气冷淡的请对方赶紧离开，毕竟要去见公爵小姐了，哪还有闲工夫陪这种人在这儿耗着。这下轮到塞拉菲娜彻底没戏了，拉里连头都没回，直接让女仆把人送走。塞拉菲娜这下是真的愣住了，她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个一直对自己言听计从的跟班，竟然敢当众赶她出门。塞拉菲娜还不死心，非要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，暗示拉里是不是病糊涂了。可拉里心里比谁都清楚，现在的他脑子前所未有的清醒。随着房门重重关上，屋里总算清静了。拉里看着手里的邀请函，心里还有点不敢相信，这还是他第一次这么强硬的把那个女人踢出局。这种掌控自己人生的感觉，虽然还有点不习惯，但真的太爽了。拉里拿着那封沉甸甸的信，整个人都兴奋坏了。这种像是在刀尖上跳舞的感觉，简直比他预想的还要刺激。没过多久，公爵家的马车就停在了宫殿门前。看着眼前这座宏伟的建筑，拉里知道自己的人生真的要变天了。第一次正式见克劳迪亚小姐，他心里难免有点打鼓，对着镜子反复检查自己的打扮，生怕哪里出了差错。毕竟这封信可是他唯一的敲门砖。随着大门缓缓开启，拉里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。可当他看清屋里的景象时，整个人直接定在了原地。他原本以为自己做好了心理准备，可眼前这个女人的气场简直强到让人没法呼吸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埃万杰林吗？拉里前世看过的言情小说，没有1000也有800，可那些苍白的文字根本形容不出这种级别的美貌。这种感觉太不真实了，就像是书里的神级角色，活生生的站在了自己面前。拉里甚至忘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，满脑子只剩下一个念头：这颜值真的合理吗？就在拉里还在发呆的时候，埃万杰林缓缓转过身，那双冰冷的蓝色眼睛直接锁定了他。对方语气平静的开口问了一句：“你就是那个写信的人吗？”面对这种顶级美貌的正面暴击，拉里的大脑直接宕机了。直到埃万杰林又叫了他一声，他才猛地从美色中回过神来。这种时候绝对不能丢脸。拉里赶紧收起那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恭恭敬敬的行了个礼，正式向这位殿下问好。两人相对而坐，气氛虽然看起来还算和谐，但拉里心里其实一直在打鼓，毕竟这位小姐可不是什么善茬。
埃万杰林道是表现得很客气，问他是不是被这突如其来的邀请吓到了。拉里赶紧客套回去，说能见到小姐是自己的荣幸，可他心里很清楚，接下来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死。埃万杰林表现得很得体，特意准备了大吉岭红茶。拉里赶紧接话，说这正是自己最喜欢的口味，心里还美滋滋的想，看来两人的品味还挺一致。可接下来的发展完全超出了拉里的预料，埃万杰林竟然主动拿起茶壶，要亲手给他倒茶，这下可把拉里吓坏了。埃万杰林竟然给我倒茶，这传出去还得了？他下意识的就想拒绝，赶紧摆手说不用麻烦了。可就在这一瞬间，屋里的气氛彻底变了。埃万杰林的眼神冷得让人脊背发凉，他死死盯着拉里，语气里全是嫌弃。他冷冰冰地问了一句：“你的性格一直都这么讨人厌吗？”拉里整个人直接僵住了，刚才还好好的，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？拉里现在心里七上八下的，难道是那封信写得太离谱了？他正心虚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既然你不拿，那我就自己动手了，倒杯茶而已，没必要这么贬低自己吧。埃万杰林一边倒茶一边随口说道：“看信的时候还以为你是个挺大胆的人呢。”接着又递过来一块点心，这态度转变的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。拉里这下更坐不住了。拉里突然意识到自己刚才说话的语气太卑微了，这大概是以前留下的后遗症，总是不自觉的想看别人的脸色。可眼前的这位大小姐竟然真的把他当成平等的客人，这种久违的尊重反而让他心里酸溜溜的。这茶真好喝，他忍不住夸了一句。埃万杰林听完直接挺起胸膛，那当然了，我准备的可是最高级的茶叶。看来这位恶女其实也没想象中那么难相处，虽然说话语气有点冲，但埃万杰林怎么看都不像个恶女，甚至感觉她还挺善良的。可是在原著的故事里，她明明是个把女主逼上绝路的狠角色，难道那些所谓的坏事其实背后另有隐情？正当拉里想得出神，埃万杰林突然放下了茶杯。拉里小姐，你在信里说有办法帮我挽回名声，这下轮到拉里彻底傻眼了。那封信可是他喝醉之后胡写的，本以为只是个接近对方的借口，谁能想到人家竟然当真了。拉里越聊越觉得有戏，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干脆直接摊牌吧。那个挽回名声的办法就是跟我做朋友。埃万杰林整个人都听懵了，朋友这种词怎么会出现在他们之间？拉里却一脸淡定，毕竟我们可是有共同敌人的。听到共同敌人这4个字，埃万杰林显然被勾起了好奇心。拉里趁热打铁，在说正事之前，我能聊聊社交界关于你的那些传闻吗？这可是个相当危险的话题，稍有不慎就会彻底翻脸。埃万杰林最后还是松了口，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吧。看来这场豪赌，拉里算是赢下了第一局。拉里本以为这位大小姐根本不在乎外面的流言蜚语，可现在看来，她其实比谁都在意。说实话，大家都传你性格太傲慢，根本不屑跟普通人打交道，甚至连话都不愿意多说一句。这话刚说完，埃万杰林就像被踩了尾巴一样，急得直接反驳，拼命想解释自己不是那样的。拉里看着他这副样子，心里反而踏实了不少，这哪是什么恶女啊，简直就是一只炸毛的小猫。等对方稍微冷静了一点，拉里才慢悠悠地抛出计划，只要你愿意多交朋友，名声自然就会慢慢变好。尤其是像我这种身份低的贵族，如果你连我都能接纳，别人肯定会觉得你平易近人。埃万杰林听得一愣一愣的，最后竟然真的被说服了。行吧，那你说说那个共同敌人是谁？拉里觉得火候差不多了，是时候把那个诱饵抛出去了。他故意试探着开口：“埃万杰林小姐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某人在害你？”这话简直说到了对方心坎里。埃万杰林气得猛拍桌子：“没错，那种表面装的柔弱无助，背地里却把人当枪使的行为，简直太恶心了。看来这位大小姐早就受够了那个虚伪的女人。”他转头看向拉里。难道你也吃过他的亏？拉里赶紧开启演技模式，装出一副深受其害的样子。何止是吃亏呀，我以前简直就是他的跟班，被他压榨的连头都抬不起来。埃万杰林这下彻底确认了，所以你说的共同敌人就是那位洛佩兹小姐，你真的决定要跟她绝交吗？拉里直接亮出了底牌，只要我公开跟你站在一起，社交界肯定会炸开锅，大家都会猜我为什么要背叛洛佩兹。这种流言蜚语最杀人，等那个女人自乱阵脚，就是我们反击的最好时机。埃万杰林听完思考了片刻，不得不承认这确实是个好主意，但他并没有被轻易说服，反而冷静地提醒拉里：“我们今天可是第一次见面，我凭什么要相信你？毕竟你以前跟洛佩兹形影不离，谁能保证你不是他派来的间谍？”看来想要赢得这位大小姐的信任，拉里还得拿出更有力的证据。这种顶级名媛的戒心，果然不是3言2语就能打消的。拉里心里很清楚，在对方眼里，自己现在的示好更像是个陷阱。不过没关系，越是这种时候，就越要表现得坦荡。拉里直接站了起来：“如果你觉得我还是那个女人的走狗，那你就太小看我了。为了表示诚意，我现在就能证明我是真的要跟她彻底翻脸。要是你还觉得有顾虑，不如我们先做个临时朋友。”他大大方方地伸出手，把选择权交到了对方手里。这波以退为进，埃万杰林还能拒绝吗？临时朋友，埃万杰林反复琢磨着这个词，看来这个提议确实打动了他。毕竟在名媛圈里，这种各取所需的合作最靠谱。就在两人达成默契的时候，庄园门口传来了马车声。公爵迪特里希今天难得早退，议会提前结束。他本来心情还挺放松，可当他看向露台时，整个人都定住了。埃万杰林身边竟然站着个陌生女人，而且看那样子，两人聊得似乎还挺投机。这简直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在他的记忆里，埃万杰林可从来没带过朋友回家。这个能搞定大小姐的黑发女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
迪特里希坐在马车里，目光一直锁在埃万杰林身上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个平时独来独往的女人，竟然会跟别人待在一起。这画面确实少见，甚至让他觉得有点新鲜。他看着窗外那个熟悉的身影，忍不住轻声感叹：“咱们确实好久没见了。看来这次提前回家，还真是撞见了不少有意思的事。刚才还一副卑微的样子，现在居然敢直接向他伸手。”埃万杰林觉得这女人胆子真不小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示好，他并没有急着表态，空口无凭。你打算拿什么来证明？这种谨慎反而让拉里更满意，只有这样的人才够资格联手。拉里自信地表示，接下来的计划，小姐只要听着就行。拉里不紧不慢地做回位子，这故事说起来可就长了，不如也坐回来听。听到对方说出的真相，埃万杰林简直不敢相信，那个洛佩兹小姐竟然故意泼茶，甚至还偷偷把别人的鞋带系在一起。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简直比想象中还要恶毒。拉里顺势摆出一副受害者的姿态，说自己实在忍无可忍，才决定找处境相同的埃万杰林联手。至于要怎么证明诚意，拉里的语气一下子冷了下来，只要把塞拉菲内干的那些烂事全都抖出来就行了。果然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只要吐槽的是同一个讨厌鬼，关系一下子就拉近了。埃万杰林主动握住拉里的手，安慰他离开那个坏女人是正确的，以后别在这种人身上浪费时间。拉里顺感爬得飞快，直接问这算不算把自己当朋友了？这下可把埃万杰林给整不会了，他赶紧撇清关系，说这只是临时朋友而已，千万别误会。看着对方这副反应，拉里心里暗暗发笑，嘴上却乖巧的表示能当临时朋友也很荣幸。其实埃万杰林也有自己的小算盘，既然对方敢这么编排洛佩兹，那肯定就是自己人没错了。他坦白自己确实急着挽回名声。拉里听完却有些意外，原来这位高高在上的公爵小姐也有这么沉不住气的时候。埃万杰林越说越委屈，那些流言蜚语传得满天飞，让他在家里家外都抬不起头，甚至连公爵府的面子都被丢光了。最让他受不了的是，亲哥哥竟然拿生活费来威胁他，就因为这些还没证实的传闻，就要断了他的经济来源，简直太小气了。听着这些抱怨，拉里心里咯噔一下，这剧情怎么听着这么耳熟？难道这就是原著里那个惹祸精妹妹被社交界抛弃的前兆？虽然人的性格对不上，但事情的发展方向却一模一样。看来得好好回忆一下原著剧情了，不然接下来的坑可就难跳了。埃万杰林开始自我怀疑，说流言传承这样肯定有原因，他也知道自己性格不好，平时确实太敏感太尖锐了。拉里赶紧打断他，刚才还劝别人别自卑，怎么现在轮到自己垂头丧气了？他摆出一脸崇拜的样子，说自己早就被埃万杰林的魅力折服了，甚至还想变得跟埃万杰林一样酷。这话听得埃万杰林一头雾水，毕竟平时大家见他都绕道走。拉里却摇了摇头，说那是因为别人没机会跟他深聊，自己反而对埃万杰林越来越好奇了。既然都成了临时朋友，拉里顺势提出想多了解一下，比如公爵小姐平时喜欢什么，或者想从他这里得到什么。这招以退为进玩得真高，埃万杰林显然已经放下了戒备，正一步步走进对方设下的圈套。埃万杰林开口第一句话就差点让拉里当场破防。他说既然要当他的临时朋友，首先就要把这身土掉渣的衣服换了，这种审美简直让他没眼看。拉里整个人都傻了，这可是他翻遍衣柜找出来的最体面的衣服，为了见公爵小姐，他前后后起码换了10几次，结果在人家眼里竟然连及格线都没到。看着拉里那副委屈样，埃万杰林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既然衣服没救了，那就只能带他去自己常去的美容院改造，毕竟朋友穿的太寒酸，丢的可是他公爵千金的脸。除了改造形象，埃万杰林还主动提出要去花园散步。他装作不经意地提到自己其实一直想找个同龄人一起走走，这还是他头一回主动发出邀请。拉里当然是100个愿意。看着埃万杰林那副傲娇又期待的样子，他心里别提多美了。看来这大腿不仅抱上了，而且还挺暖和。不知不觉聊了一整天，埃万杰林显然还没尽兴，甚至主动邀请拉里留下来吃晚饭，还顺口提到他哥哥也提前回来了。一听这话，拉里心里警铃大作，他哥哥不就是原著里的男主吗？那可是原著女主的官配，自己现在撞上去简直就是找死。他赶紧找借口拒绝，说能陪公主聊天已经是最好的礼物了。说到礼物，拉里突然想起自己还真带了东西，他想把准备好的小惊喜送给埃万杰林。这位平时高高在上的公爵千金竟然露出了不敢相信的样子，难道从来没人送过他礼物吗？埃万杰林让拉里在原地等着，千万别偷偷溜走。说完就急匆匆地跑开了。看这架势，他是打算回屋拿什么东西当回礼。埃万杰林突然停下脚步，回头叫住了拉里。他说这一整天光听自己在这儿说了，拉里却连半句关于自己的话都没提。拉里听得一头雾水，觉得自己明明每一句都有回应啊。埃万杰林没好气地解释，他想听的不是那些客套话，而是拉里到底喜欢什么，平时都有什么爱好。他让拉里别总想着迎合别人，像之前讨好别人那样。既然现在两人是临时朋友，那就要互相了解才行，总不能一直围着他一个人转吧。看来这位大小姐虽然脾气臭，但心思比谁都细腻。她这是在叫拉里怎么挺起腰杆做真正的朋友。埃万杰林丢下一句待会儿见，就风风火火地跑开了，留下拉里一个人在原地发呆。他反复回味着刚才那些话，心里一阵发酸。活了这么久，好像还从来没有人对他说过这种话，不是为了让他听命于谁，也不是为了让他去讨好谁，而是一种建立在尊重和体谅上的关系。不用看别人的眼色，只需要做最真实的自己。这种突如其来的认可
让拉里心里暖洋洋的。他原本只是想找个靠山保命，可现在他是真的想和这位大小姐交朋友了。拉里被刚才那番话戳中了心窝，情绪一下子就上来了。他觉得自己真是没出息，竟然为了这点小事就想掉眼泪。他正手忙脚乱地翻找手帕，突然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，还没等他回过头，一只手就递过来一块干净的帕子。那人轻声问他是不是需要帮忙。拉里抬头一看，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。这标志性的金发和长相，不就是他拼命想要躲开的男主迪特里希吗？真是怕什么来什么，在这种最狼狈的时候，竟然撞上了最不该见的人。在这个故事里，作者描写角色非常吝啬，哪怕是女主角塞拉菲娜，介绍也只有寥寥几句，但到了埃万杰林这里，待遇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作者恨不得用整页的篇幅来堆砌对他的赞美。当然，还有这位男主角迪特里希，他才是真正的亲儿子。光看这背影就知道不简单，哪怕一句话都不说，这扑面而来的主角光环，简直要把人的眼睛闪瞎了。看帅哥看得太入神，结果被人家当场抓包，这尴尬程度简直没谁了。迪特里希还以为他受了委屈，特意递上手帕安慰，这突如其来的温柔反而让他更慌了。为了把这事儿圆过去，拉里随口扯了个谎，说是被埃万杰林的话感动哭了。这下轮到迪特里希怀疑人生了，那个平时眼高于顶的妹妹，居然能说出让人感动的话，这太阳怕是要从西边出来了。看到迪特里希这副表情，拉里猛地反应过来，在原著的剧情里，他因为那些离谱的留言，正对自己妹妹失望透顶呢。要是任由这种误会滚雪球，最后可是要出人命的。为了保住大家的脑袋，拉里决定现在就要豁出去。他赶紧拦住正要离开的迪特里希，开始原地表演什么叫金牌公关，把埃万杰林夸的那叫一个天花乱坠。他说小姐不仅平易近人，还专门给他推荐最合适的沙龙，甚至还亲手给他倒茶。这一通输出下来，迪特里希整个人都定住了，这还是他认识的那个妹妹吗？拉里知道这播住公稳了，只要能扭转这个男人的想法，未来的悲剧就一定能改变。拉里还在那儿卖力演出，把埃万杰林夸得像个活菩萨，说他不仅温柔体贴，还特别能感同身受。结果迪特里希听完，竟然直接笑出了声。他说这可真是太稀奇了，自家妹妹平时是什么德行，他这个当哥哥的最清楚，能做出这些反常的举动，看来埃万杰林是真的很喜欢你。这番话听得拉里当场愣住，原来人家根本不是因为讨厌才露出那种怀疑的表情，纯粹是因为他编得太离谱了。第一次见面就用力过猛，拉里现在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这波公关不仅没洗白成功，反而让自己显得像个憨憨，这尴尬的气氛简直要命。不得不说，迪特里希这分寸感真是绝了。为了不打扰女士们的聚会，他非常有礼貌的先行告辞，还说期待下次能正式见面。拉里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心里那叫一个感慨，长得帅就算了，性格还这么温柔体贴，简直就是人间洗眼液啊。比起之前遇到的那些奇葩，这位简直是教科书级的绅士。可还没等他多欣赏一会儿，突然反应过来一件事，坏了，刚才那块手帕还没还给人家呢。谁能想到啊，傲娇大小姐埃万杰林竟然主动送花了。虽然嘴上说着只是自家种的便宜货，但这满满一篮红玫瑰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精心挑选的。拉里受宠若惊，正发愁没准备回礼呢，结果对方根本不给他客气的机会，直接甩下一句：明天早上10点我去接你。这语气哪是在商量啊，简直就是霸道总裁发通知。拉里还没从收花的喜悦里缓过来，当场就被这突如其来的安排整懵了。这大小姐的节奏，一般人真是跟不上啊。埃万杰林这嘴是真的毒，他直言拉里穿得像个老古董，连他奶奶都嫌弃这种审美，所以决定明天带他去大扫货，还理直气壮地说朋友之间就该一起逛街吃大餐。拉里整个人都听傻了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约会邀请吗？刚才那点小情绪瞬间烟消云散，他忙不迭地答应下来，表示自己绝对乖乖听话。看到拉里这么热情，这位傲娇大小姐反而有点招架不住，不过话都说出口了，明天的行程已经彻底定死，看来这两人是要开启疯狂模式了。拉里这告别方式简直像是在演生离死别，坐在马车上又是挥手又是大喊，恨不得全城的人都知道他说明天见。埃万杰林看着马车远去，显然是被这股热情给整不会了。平时见惯了那些虚伪客套的贵族，头一回遇到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的，他忍不住笑了起来，觉得这个拉里确实有点意思。等回到冷冰冰的餐桌前，面对着精致的晚餐和迪特里希，他的心思显然还没收回来，看来这平静的生活是要被那个冒失鬼彻底打破了。迪特里希在饭桌上随口一问，想打听妹妹今天见的朋友怎么样，结果埃万杰林反应大得离谱，非说那只是个临时朋友，还嫌哥哥什么都不懂。迪特里希可不吃这一套，直接拆穿说你在房间里笑得那么大声，我在隔壁都听见了。埃万杰林还在那儿嘴硬，说只是因为对方讲了个笑话。迪特里希这下更好奇了，到底是谁能让高冷的妹妹破功？原来就是之前写信的拉里。不过他提醒妹妹，拉里可是那个讨人厌的洛佩兹夫人的亲信，换做以前，埃万杰林肯定直接翻脸了，但这次他竟然破天荒的替拉里说话，觉得讨厌一个人没必要连累身边的人，甚至还夸拉里这人挺有意思。看来这位大小姐是真的陷进去了。迪特里希这下算是抓到把柄了，调侃妹妹竟然能给别人这么高的评价，看来这两人是真的成了好闺蜜。
埃万杰林立马急了，搬出家族名号，死撑面子，非说自己交朋友的门槛高得很，才不会随随便便就跟人交心。迪特里希也不拆穿他，反正某人今天笑了一整天是事实，看他那副不服气的样子，就知道肯定还有后手。果然闹够了之后，埃万杰林终于说出了真正的目的，他求哥哥千万别扣他的零花钱，毕竟明天要带拉里出去大扫货，堂堂帝国宫女总不能让人家买单吧。迪特里希听完直接笑了，原来是在这儿等着呢，想要钱可以，那就要看你接下来的表现了。埃万杰林看哥哥这么抠门，气得直接离席，说反正明天的钱还够花，以后再也不理这个啰嗦的老男人了。迪特里希倒是一点没生气，还在后面笑眯眯的逗他，气得埃万杰林头也不回的走了。这兄妹俩的日常真是没一天消停的。等妹妹走后，迪特里希收起了玩笑的心思，他太了解自己的妹妹了，能让这个傲娇的大小姐放下身段求人，那个叫拉里的女孩看来真的很不简单。迪特里希最后念叨着拉里的名字，他现在对这个能改变妹妹的人可是好奇到了极点。他觉得这个叫拉里的女孩确实有点意思，能把自己那个傲娇妹妹治得服服帖帖，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。第二天一早，马车就准时出现在别墅门口，拉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位公爵小姐居然比约定的时间还要早。埃万杰林倒是一脸淡定，解释说自己只是刚好准备得快，所以就提前过来了。拉里看他这么赶，还体贴地问他会不会太累，谁知道他反应大的惊人，扯着嗓子喊谁累了，这副斗志昂扬的样子，看来为了那个让他感兴趣的人，他是真的彻底陷进去了。埃万杰林这完全是不打自招，还没等别人开口问呢，他就急着撇清关系，说自己昨晚绝对没失眠，更不是因为期待见到拉里才睡不着的。拉里在一旁听得明明白白，这哪是不期待啊，分明是兴奋得一整晚没合眼。他也不拆穿，顺着话茬就让埃万杰林赶紧出发。这下埃万杰林更急了，一路上都在强调自己真的没失眠。拉里只能笑着点头，说小姐说什么他都信。这敷衍的语气反倒让埃万杰林彻底没话说了，看来傲娇在真诚面前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刚进服装店，埃万杰林就放话要看遍所有的衣服，拉里在后面看得直发懵，还以为这位公爵小姐是打算给自己换一整套新行头。看着满屋子华丽的礼服，拉里还一个劲的在旁边夸，说小姐选的这件肯定最漂亮。谁知道这话刚说出口，埃万杰林的动作就停住了，他缓缓转过头，语气里满是压迫感，反问拉里是不是忘了今天出门到底是给谁买衣服的。看着埃万杰林那副气场全开的架势，拉里这才猛地反应过来，原来人家忙活了半天，全都是为了要把她给打扮漂亮。看着满屋子的华丽礼服，拉里反倒有点不好意思了，小声嘀咕说这么多衣服自己哪穿得过来啊。埃万杰林可不听这一套，一边帮他整理领口，一边理直气壮地放狠话，说这可不是为了你，而是为了我自己的面子，毕竟要跟他这位公爵千金一起出门，要是同伴穿得太寒酸，那丢的可是他的人。说完也不给拉里拒绝的机会，直接把人推进了试衣间。埃万杰林在外面等得百无聊赖，直到店主的声音突然响起，说已经为小姐选好了最合适的风格。这第一套主打的就是优雅，也不知道平时素面朝天的拉里换上这些衣服之后到底会变成什么样。第一套是优雅的纯白长裙，第二套全是春天的清新感，最后这件樱花粉色的礼服更是跟她的红眼睛绝配。埃万杰林在旁边看得非常满意，大手一挥，让店员把这些全都包起来，甚至连刚才看过的那些也要一起送走。拉里在旁边听得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这么多名贵礼服得花多少钱呀？可埃万杰林根本不给他心疼的机会，直接把他拉到了大镜子面前，看着镜子里那个完全变了样的自己，拉里这才发现原来自己也能这么漂亮。可还没等他高兴2秒，现实的问题就让他发愁了。这些衣服的价格肯定是个天文数字，光靠他手里那点生活费，真的能付得起这笔巨款吗？拉里看着那一长串账单，心里实在没底，他只能硬着头皮跟店主商量，能不能分期付款，或者干脆退掉基建。这话还没说完，埃万杰林就完全炸了，他气得大喊大叫，衣服明明是他挑的，怎么可能让拉里掏钱？在埃万杰林眼里，这根本不是在送礼，而是在投资拉里的形象，毕竟只有拉里穿得体面，才配站在他这位公爵千金身边。他霸气的让店主把账单全都寄到公爵府去。看着焕然一新的拉里，埃万杰林心情大好，直接带他奔向下一个目的地。既然衣服已经买完了，那接下来的行程当然是去吃一顿丰盛的午餐。埃万杰林走在前面带路，还特意强调这家餐厅很难订到，让拉里一定要跟紧他。看着眼前这位又美又飒的公爵千金，拉里觉得自己简直要沦陷了，怎么会有这么完美的人呀？他赶紧小跑着追了上去，生怕把这位大靠山给跟丢了。两人来到一家装潢华丽的餐厅，拉里还是第一次来这种高级场所，看着周围优雅的环境，难免显得有些局促不安。埃万杰林倒是显得轻车熟路，安慰他说这里的味道很不错，肯定会合他的胃口。可就在他们准备入座的时候，餐厅里似乎出现了一些骚动，难道在这里也能遇到熟人？埃万杰林说要去补个妆，让拉里先去窗边坐着，想吃什么就随便点。拉里乖乖应了一声，独自拉开椅子坐了下来。看着餐厅里热闹的景象，到处都是欢声笑语，拉里突然觉得这里的人看起来都好幸福呀，能和特别的人一起吃顿饭，聊聊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这种平凡又温暖的生活，以前对他来说简直是奢望，但现在看着手里的菜单，他好像终于也能拥有这一切了。
拉里正盯着菜单仔细琢磨，这可是他第一次和公爵千金吃饭，绝对不能马虎，得挑点对方喜欢的口味才行。就在他满心欢喜挑选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迟疑的声音，那人竟然叫出了他以前的名字，拉里。拉里整个人瞬间定住了，这个久违又陌生的称呼让他心里咯噔一下，难道在这里也能碰到熟人？他慢慢抬起头，看清了来人的模样，竟然是塞拉菲奈和格雷戈里。对方显然也被吓得不轻，正一脸不可置信地盯着他。毕竟现在的拉里和以前那个落魄的拉里简直判若两人。本以为能清静一会儿，结果麻烦还是找上门了。这些人的手段真是没完没了。既然躲不掉，拉里索性大大方方地打个招呼，说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塞拉菲娜。对方盯着他打量了半天，说刚才看背影还没敢认，尤其是这身从没见过的漂亮衣服。拉里随口解释了一句，说以前那些衣服确实不太合适。塞拉菲那盯着他手里昂贵的包，心里正纳闷这是怎么回事，嘴上却还在摆架子，说那些旧衣服可都是他精挑细选的。拉里听完直接笑了，说有人告诉他那种风格连老奶奶都不会穿，所以他打算把衣柜全部清空，还故意问对方介不介意。这下轮到塞拉菲那傻眼了，以前给什么破烂都穿的人，怎么突然像变了个人？难道是受什么刺激疯了吗？塞拉菲那越看越觉得不对劲，从裙子到包包竟然全是顶级名牌，这些他平时连想都不敢想的宝贝，拉里到底是怎么弄到手的？他心里正憋起火，想叫格雷戈里帮自己拿一下包，结果对方连头都没回，直接从他身边擦肩而过。格雷戈里的眼里现在只有一个人，他径直走到拉里面前停下。格雷戈里看着眼前的拉里，竟然露出一副扭捏的样子，还问他是不是为了见自己才特意打扮得这么漂亮。听到这话，旁边的塞拉菲娜直接定住了，拉里更是觉得荒唐到了极点，这男人的自我感觉也太好了吧。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，格雷戈里又自顾自地开始脑补，说他前几天故意玩欲擒故纵，现在又穿成这样等在这里，肯定是想找机会跟他和好。他还一副大发慈悲的样子，说既然拉里都这么努力了，那他就勉为其难陪陪他，这自恋程度真是让人无话可说。拉里一眼就看穿了格雷戈里，这家伙不过是看他变漂亮了，才在这儿装出一副深情的样子。他直接摊牌说自己已经有约了，让他赶紧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。格雷戈里这下彻底愣住了，还厚着脸皮拿未婚夫的身份说事。拉里可不吃这一套，直言解除婚约的信早就寄出去了，现在两人根本没半点关系。眼看拉里要走，格雷戈里竟然气急败坏地动起手来，他一边死死拽住对方，一边吼道这种事不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，甚至还承认自己烧掉了那些文件。面对这种无赖行为，拉里只想让他赶紧滚开，格雷戈里却开始口不择言，威胁说除了他没人会娶这种女人。这男人的真面目总算彻底暴露了。格雷戈里在大庭广众之下拉拉扯扯，周围人的目光全扎在拉里身上，那些指指点点让他觉得自己又成了一场供人消遣的闹剧。其实他想要的真的很简单，只是想像普通人那样和朋友坐在一起喝茶聊天，可现在这个愿望彻底泡汤了。格雷戈里还在耳边喋喋不休，命令他立刻撤回解除婚约的申请。拉里终于听不下去了，冷冷地丢下一句到此为止吧，随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。就在格雷戈里纠缠不清的时候，埃万杰林突然霸气现身，他直接点名让对方放手，别再动他的朋友一根汗毛。看到这位大人物亲自下场，旁边的塞拉菲娜也定住了，谁能想到身份尊贵的克劳迪亚小姐竟然会为了拉里公然出头。埃万杰林根本没打算给对方留面子，他当众挑明拉里早就寄出了申请，既然婚约都已经名存实亡了，格雷戈里又有什么资格在这儿纠缠？埃万杰林这番话简直是贴脸开大，问格雷戈里是不是闲得发慌，还是说心里还对拉里念念不忘。对方背对的半天憋不出一句话，只能在那儿支支吾吾的想狡辩。他根本不打算给对方留面子，直接警告他离拉里远一点，别再像个丧家犬一样到处纠缠。既然听懂了，就赶紧滚开，别在这儿影响大家吃饭的心情。眼看格雷戈里已经成了全场笑柄，塞拉菲娜赶紧过来把他拉走，这场闹剧总算是收场了。曾经那个自以为是的男人，现在也只能灰溜溜的转身离开。埃万杰林竟然主动开口邀请，问拉里愿不愿意参加他举办的沙龙。拉里一下子停住了脚步，这可是克劳迪亚家族的沙龙啊！要知道这在整个帝国都是最顶尖的社交天花板，不仅门槛极高，还是无数艺术家梦寐以求的舞台。现在的主理人正是埃万杰林。拉里突然想起一件事，这不就是塞拉菲娜做梦都想去的地方吗？对方挤破头都拿不到的入场券，现在竟然主动送到了自己面前。埃万杰林这招简直是杀人诛心，他故意提高音量问那两个人怎么还没走，难道还有话要说？塞拉菲娜这下彻底认怂了，只能低着头灰溜溜地带人离开。看着这两个平时嚣张跋扈的人，现在竟然吃瘪退场的这么快，拉里忍不住感叹这场面太难得。埃万杰林却表现得云淡风轻，直言以后这种事多的是。拉里心里很清楚，对方是故意在塞拉菲娜面前发邀请，就是为了让那个女人难堪。埃万杰林也大方承认了，他只是选了个最能气死人的时机。拉里心里还是觉得有点过意不去，明明是对方特意抽时间来陪自己，结果却因为他的私事闹得这么僵，他忍不住开口向埃万杰林道歉。埃万杰林却压根没把这当回事，反而觉得刚才那场戏演得正合心意，他早就想给那些讨厌鬼一点教训了，能亲手撕掉对方的伪装，他心里别提有多痛快。
拉里这才明白对方的良苦用心。他突然意识到，只要能跟埃万杰林待在一起，那种久违的踏实和幸福，好像随时随地都会发生。埃万杰林细心地询问拉里的口味，拉里现在满眼都是对方，直言指要是小姐喜欢的他都爱吃。这种被人在乎的感觉，让他觉得眼前的埃万杰林简直完美。可另一边的气氛就完全不同了。格雷戈里现在彻底慌了神，他意识到拉里是真的要解除婚约，如果没有了这层关系，他引以为傲的爵位可就保不住了。看着这个只知道担心饭碗的男人，塞拉菲娜心里烦躁到了极点。他冷着脸让对方先消停一会儿，毕竟现在的局势已经逼得他不得不开始想后路了。格雷戈里到现在还没反应过来，他怎么也想不通，那个以前连话都不敢大声说的拉里，现在竟然能跟那种大人物交上朋友。塞拉菲娜却在一旁看出了端倪，他终于明白拉里最近为什么变了个人，甚至敢当面跟他叫板，原来是背后有了这么硬的靠山。这种脱离掌控的感觉让他如坐针毡，他绝不允许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，看来必须得找个机会再跟那个女人好好谈谈了。一大早就收到这么一封信，开口就问有没有穿他买的衣服，这大小姐的语气还真是一点没变。她在信里表现得特别强势，非要让拉里把以前的旧衣服全扔了，甚至还顺带踩了别人一脚，说那些衣服根本就没安好心，明明就是想见人家了，非要拿什么朋友契约当借口，还反复叮嘱一定要遵守约定，这不就是典型的口嫌体正直吗？拉里看着信忍不住笑了，嘴上说着只是为了履行契约，其实心里比谁都想见面吧，这种不坦率的样子还挺可爱。最后还不忘特意交代一句，下次见面必须穿那件天蓝色的裙子。信里全是些碎碎念，一会儿让他记得打伞别晒黑，一会儿又嫌他头发乱得像女鬼，非要他赶紧定个见面的日子。这哪是写信啊，这分明就是想他了。嘴上说着不回信直接过去也行，最后还非要强调一下契约关系。埃万杰林这傲娇劲儿真是绝了。拉里把信紧紧抱在怀里，这种被人真心惦记的感觉让他整个人都快飘起来了，甚至兴奋地在床上滚来滚去。原来能被一个人这样期待着是这么幸福的一件事。可就在他最开心的时候，心里却突然咯噔一下，好像有什么不对劲。本来还担心对方忙着筹备沙龙，怕打扰他才一直没敢联系，没想到埃万杰林竟然主动发来了邀请。既然他都这么努力挤出时间了，那自己肯定得去帮帮忙才行。拉里立刻换上了最漂亮的礼服，在女仆的服侍下准备出发。既然是被真心期待着的，那就绝对不能让对方失望。看着镜子里焕然一新的自己，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见到那个总是口是心非的大小姐了。本来高高兴兴准备去见朋友，结果还没出门就被堵住了。塞拉菲娜居然又找上门来了，这女人还真是阴魂不散。拉里心里100个不耐烦，不是早就说好直接把她打发走吗？怎么还把人给领进屋了？可女仆接下来的话却让他一下子愣在原地。原来这次塞拉菲娜不是一个人来的，她身后还跟着一位大人物，文特纳男爵夫人，那可是格雷戈里的亲婶婶啊！这种身份的人怎么会跟他混在一起？看来今天的约会是去不成了。这位不速之客摆明了是冲着他来的。这男爵夫人一坐下就开始挑刺，咸茶的味道难闻，还说拉里连倒茶这种小事都做不好，难怪格雷戈里会受够了他。塞拉菲那在一旁装得像个好人，提议换个地方再喝，顺便还茶里茶气递告了个状，说拉里最近对他的态度非常差。这下可把男爵夫人给点燃了，他气得直接拍了桌子，一个晚辈居然敢对长辈甩脸色，甚至还敢寄出解除婚约的申请书，这在他眼里简直就是反了天了。拉里躲在门后冷冷地看着塞拉菲娜这招借刀杀人玩得真溜，竟然把这个最难缠的毒蛇直接带到家里来恶心他。看着男爵夫人那副高高在上的嘴脸，拉里又想起了以前那些日子，那时候他还没离开那个家，每天都要被这个女人拿来跟别人比较，甚至连头都不敢抬一下。谁能想到塞拉菲娜为了对付他，竟然连这种极品亲戚都请出来了。塞拉菲娜这算盘打得真响，知道拉里平时最怕应付这位长辈，就故意把人带到家里来，逼着他不得不露面。既然躲不掉，那就干脆正面硬刚。拉里直接推门走了进去，冷冷地盯着那个不请自来的女人。塞拉菲娜还在那儿演戏，装出一副热心肠的样子，说是男爵夫人想见他，自己才好心带路过来的。拉里可不吃这一套，当场就撕破了他的伪装。这种不打招呼就闯进别人家的行为，简直是一点教养都没有。他早就警告过这女人别再出现，现在居然还变本加厉了。眼看塞拉菲那被对得说不出话，坐在一旁的男爵夫人坐不住了，他猛地站起身来，摆出一副长辈的架势，开始训话。听说你不仅寂寥解除婚约书，还让格雷戈里在外面丢尽了脸，这兴师问罪的语气，摆明了是要替侄子讨个公道。男爵夫人还在那儿摆长辈架子，指责拉里丢了贵族小姐的脸，甚至还拿塞拉菲娜出来当榜样，说女人就该像她那样温柔体贴。拉里听完直接笑出了声，既然你这么喜欢这个模范生，干脆让格雷戈里娶她好了，反正这婚我是退定了，你们正好亲上加亲。这话差点没把男爵夫人气疯，他觉得拉里简直是疯了，不仅不感恩教诲，竟然还敢当众顶撞长辈。塞拉菲娜看准机会赶紧跳出来，装出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，指责拉里不该对长辈这么无礼，还质问为什么要诋毁他和格雷戈里。拉里冷冷地看着他演戏，直接戳穿了那个心照不宣的真相。格雷戈里对你比对我这个未婚妻还上心，你现在跟我装什么无辜？塞拉菲娜
还想拿青梅竹马当借口，说他们只是从小一起长大，结果被拉里一句话直接对死。别忘了，我也是和你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，真正的朋友绝不会把对方当成可有可无的背景板。塞拉菲娜，你根本不懂什么是尊重和关心，真正的友情是会去在意对方喜欢什么，而不是一味的索取和利用。拉里想起了埃万杰林，正是因为感受到了真正的尊重，他才意识到自己也值得被好好对待，所以现在他再也不会退缩了。他直视着塞拉菲娜，语气变得无比坚定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从来没有问过我哪怕一个关于我喜好的问题。拉里这回是真打算彻底断了，直接下了逐客令，让他以后别再出现在自己面前。塞拉菲那一看硬的不行，立马就开始演起了苦肉计。他身子一歪，精准的倒在了男爵夫人怀里，这下可把那位长辈给急坏了，指着拉里就开始破口大骂，说他是个没良心的白眼狼，竟然这么对待自己的救命恩人。塞拉菲那还在那儿假惺惺的劝架，说拉里只是在说气话，甚至还把锅甩到了公爵千金头上，暗示拉里是受了别人的挑唆才变得这么不可理喻。他嘴上说着会努力挽回这段友情，可背地里却露出了真面目，那眼神冷得让人脊背发凉。拉里，你真的以为那个公爵千金值得信任吗？塞拉菲娜又开始演戏了，她神神秘秘地凑到耳边，说那位千金的名声其实烂透了，根本没把咱们这种小贵族当人看。她一边装好人，一边故意往拉里心里扎刺，暗示公爵千金只是想找个出气筒，好在聚会上当众羞辱他。说了这么多废话，其实就是为了最后这一句。他竟然提出要陪拉里一起去沙龙，说是怕好姐妹一个人应付不来。看着眼前这副虚伪的面孔，拉里这回总算是彻底看透了，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，原来你在这儿等着我呢。目的竟然这么简单，你就是想要那张沙龙邀请函吧？为了挤进那个圈子，你还真是连脸都不要了。塞拉菲娜还在那演戏，装出一副姐妹情深的样子。拉里直接笑了，说真是谢谢你这么替我操心，可惜我也是被邀请的客人，没那个权利随便带人进去。塞拉菲娜还不死心，非要拉里去跟女主人求个情，拉里头也不回的拒绝了。既然在你眼里我只是个笑话，人家凭什么给我这个面子？别到时候忙没帮上，反而惹得人家不高兴。与其指望我这个笑柄，男爵夫人自己去弄邀请函，不是更容易吗？这话一出，旁边的女人直接愣在原地，这下看谁还敢把她当软柿子捏。拉里走之前还不忘补上一刀，说自己可能记错了，毕竟像男爵家这种门第，确实很难收到沙龙的邀请函。这话直接戳中了对方的痛处，男爵夫人气得当场破口大骂。塞拉菲那还在旁边装模作样，劝他别跟这种没教养的人计较。结果拉里突然停下脚步，盯着塞拉菲娜说，既然你这么担心我，不如你自己也弄张邀请函，到时候在沙龙里陪着我。你这么有本事，这点小事应该难不倒你吧？塞拉菲娜这下彻底没话说了，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。这回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看他到时候去哪弄邀请函。塞拉菲娜只能硬着头皮答应，说自己一定会尽力而为。拉里听完没再多说什么，只是祝他一路顺风。既然想玩这种虚伪的游戏，那就要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。想要在这种地方活下去，可没你想的那么容易。你最好现在就开始拼命挣扎，因为我一定会亲手撕掉你脸上那层虚伪的面具。拉里这次是亲自登门拜访，见到埃万杰林，先恭敬的行了个礼，对方倒是没摆什么架子，直接招呼他坐下喝茶。本以为这会是一场严肃的社交，结果埃万杰林一开口就开始打分，说衣服穿的还算凑合，但刚才那个行礼只能给负3分。拉里整个人都听懵了，这打分标准到底是什么啊？难道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够得体？还没等他想明白，埃万杰林接着说，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朋友了，既然是朋友，就没必要搞那些虚头巴脑的礼节。拉里一听这话立马精神了，答应以后一定表现得自然点。看着他那副认真的样子，埃万杰林表面上还在装高冷，心里其实早就被蒙翻了，赶紧让他收起那副亮晶晶的眼神，再看下去，这高冷人设可就真要破功了。埃万杰林特意准备了柠檬蛋糕，拉里尝了一口，简直好吃到停不下来。刚才那些烦心事全都抛到脑后了，这种有甜点有美女的下午茶，简直就是神仙日子。不过吃着吃着，拉里发现有点不对劲，埃万杰林看起来也太清闲了，完全不像是在准备沙龙的样子。眼看离沙龙只剩2周时间，作为主办人的埃万杰林居然表现得这么淡定，拉里忍不住开口问有没有什么自己能帮上忙的地方。结果埃万杰林愣了一下，反问他想帮什么忙。拉里是真心想出份力，毕竟这种大场面光靠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吧。埃万杰林突然沉默了，随后有些无奈地放下茶杯。他说其实这些筹备工作他哥哥都会一个人处理好，虽然表面上当了甩手掌柜，但他心里其实特别过意不去，总觉得是为了让他能好好休息，哥哥才不得不一个人扛下所有。看着茶杯里自己的倒影，他满脸写着的都是愧疚，毕竟哥哥已经是帝国的大忙人了，自己却还在不停地给他增加负担。拉里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，原来这位大小姐是在心疼哥哥啊。不过他说的一点也没错，那位公爵大人确实不容易，毕竟他可是整个帝国最忙碌的人。迪特里希公爵每天要处理的事情多到让人觉得离谱，从领的管理到皇室交际，每一项都是沉甸甸的责任。看看这密密麻麻的时间表，几乎是全天候连轴转。拉里实在想不通，他平时是怎么一边处理这些，还能一边保持微笑的。既然这么担心，埃万杰林提议，不如趁这个机会让拉里
也试着接触一下公爵府的事务，他还保证会陪在拉里身边帮忙。拉里心里很清楚，公爵虽然是想保护他，但作为家族的一员，他必须学会处理这些文书工作。只有掌握了公爵府的运作逻辑，他才能真正站稳脚跟，绝对不能让悲剧重演。拉里看着眼前的局势，心里已经有了底，绝不能让埃万杰林再次掉进塞拉菲娜的陷阱里。在原本的故事线里，发生过一起轰动的香料诈骗案，有商团故意抬高价格，把一堆贵族骗得团团转。当时明明是拉里发现了真相，可最后功劳全被塞拉菲娜抢走了。对方不仅名利双收，还成了人人称赞的英雄。反观无辜的埃万杰林，却被贴上了无能的标签。明明那些香料只是别人送的礼物，他根本就毫不知情。可塞拉菲娜却在背后煽风点火，故意引导舆论去攻击他，说他是在为乱花钱找借口。这种泼脏水的手段简直太狠了。埃万杰林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，如果连这些基础事务都处理不好，公爵府的未来恐怕就真的危险了。毕竟以前这些事全是哥哥在操心，他真的能行吗？拉里看出了他的不安，这正是反击的最好机会。他要亲手撕掉那些不公平的标签，让所有人看看谁才是真正的无能。别担心，拉里语气坚定地安慰他，就算现在觉得这些文件很陌生，只要多花点时间，总会上手的。更何况还有我在你身边。听到这句话，埃万杰林整个人都定住了。在原本的故事线里，他一直被嘲笑是个只懂虚荣的草包，甚至被冠上了无能小姐的称号。但这一次，拉里绝对不会让这种事发生。那些充满恶意的标签，是时候该彻底清理干净了。我的小姐，请一定要相信我。拉里伸出的这只手，代表了他最坚定的立场。这不只是在帮忙处理家务，更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反击。那些曾经看不起他们的人，还有那些躲在暗处放冷箭的家伙，他一个都不会放过。要把那些恶毒的流言，连同背后的始作俑者，全部彻底击碎。想要反击可没那么容易，光是眼前这些堆成山的公文就足够让人头大了。埃万杰林盯着手里的纸，半天也没看出个所以然。看来这位大小姐确实不是处理政务的料。拉里一眼就看穿了她的窘迫，问她是不是不太习惯看这些。她只能老实承认。拉里倒是表现得非常干练，直接拿出一份文件说：“咱们先从这一件开始吧。”拉里指着方案摇了摇头，这些花里胡哨的装饰全都要撤掉。埃万杰林还有点不解，为什么要弄得这么缩？拉里解释说，装饰太多反而会挡住画作，连旁边那个大花瓶也是个累赘。看来想要办好这场活动，他还有得学呢。拉里不仅眼光毒辣，连省钱的招数都想好了。他建议撤掉那些碍事的花瓶，把重点全都放在灯光上。埃万杰林听得一愣一愣的。拉里解释说，只有光线够足，才能让画作成为全场焦点，而且根本不用额外申请预算，只要把买花的钱挪过来就行。这波操作简直太绝了。埃万杰林看着眼前的拉里，简直像是在看一个救星，这种专业程度真的没话说。拉里正打算继续教他下一份文件该怎么处理，埃万杰林那求知若渴的样子让他也觉得很有干劲。拉里热情地拉住他的手，说以后随时都能随叫随到。埃万杰林简直不敢相信，这种好事居然不只是今天，以后都能有人分担了。他一时间反倒有点局促。拉里在一旁默默看着，觉得这位大小姐害羞的样子还真是挺有趣的。既然帮手都到齐了，那就赶紧进入正题吧。他们开始仔细筛选公文，把那些能给外人看的，像是图纸和清单之类的，全都单独挑了出来。毕竟接下来的计划容不得半点马虎。拉里仔细翻看着宾客名单，果然和他预想的一样，那几个难缠的家伙一个都没有出现在上面。这下总算能稍微放心了，至少在这次聚会上不用担心那些人会来捣乱。夜色笼罩了整座城堡，迪特里希已经换好了礼服，正在做最后的准备。迪特里希总算忙完了，他这会儿还没打算休息，吩咐侍从送杯咖啡，顺便把沙龙的文件送到书房。可侍从却告诉他，那些文件已经被埃万杰林拿走了，说是要亲自拿回去审阅。迪特里希听完，直接愣在原地，他居然主动去碰那些麻烦事。迪特里希半信半疑地走进书房，当他翻开那些文件时，整个人都沉默了。原本杂乱无章的资料，现在被整理得井井有条，甚至每一页都写好了详细建议。这还是他认识的那个埃万杰林吗？这些文件的专业程度让迪特里希感到非常意外，这根本不像是一个新手能做出来的。他看着趴在桌上睡着的埃万杰林，心里满是疑惑。他轻轻把他抱了起来，随口问了一句：“这些都是他一个人弄的？”随从赶紧解释说，拉里小姐之前特意过来帮过忙。迪特里希这才明白过来，难怪这些资料处理得这么完美。他小心翼翼地把他安顿在床上，看着他熟睡的样子，心里突然有些不是滋味。他一直以为只要把他护在身后，不让他接触这些麻烦事就是保护，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埃万杰林竟然在背地里这么拼命，甚至主动去找帮手来分担压力。看来他真的该重新认识一下妹妹了。看着睡着的埃万杰林，迪特里希忍不住感叹，他居然想替自己分担工作，这份心意确实挺让人心动的。更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这些文件整理得极其专业，他几乎挑不出任何毛病。既然工作都处理完了，那杯提神的咖啡也就没必要了。迪特里希难得露出了轻松的神色，多亏了埃万杰林的帮忙，他今晚总算能睡个好觉了。转眼到了第二天清晨，阳光洒进了房间，埃万杰林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他还没意识到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埃万杰林一觉醒来，整个人都懵了。他明明记得昨晚在书桌前看文件，怎么一睁眼却躺在床上？再看一眼书桌，上面竟然空空如也。这说明有人动过那些文件，还顺便把他抱了回来。此时的迪特里
西正悠闲地坐着，他不紧不慢地倒着茶，似乎早就预料到了一切。他在心里默默倒数3、2、1，话音刚落，埃万杰林就猛地推开门冲了进来。迪特里希却像没事人一样，笑着跟他打了个招呼，还顺手递上一杯刚泡好的热茶。可埃万杰林现在哪有心思喝茶？他现在满脑子都是那些文件，顾不上休息，就急着追问，是不是他拿走了那些资料？而且他是不是已经全部看过了？迪特里希大方承认，这次的文件处理得非常出色，尤其是和拉里一起复合的部分，简直无懈可击。埃万杰林虽然承认找了外援，但还是不服气地强调，自己也是付出了不少心血的。迪特里希忍不住调侃：“是啊，都努力到直接在书桌上睡熟了。”埃万杰林语气里带着一丝埋怨，就算自己再怎么努力，这位大忙人哥哥恐怕也没空去他的沙龙捧场吧。可迪特里希却突然停下了动作，反问他是谁说的。他不仅想亲眼看看妹妹的成果，甚至还故意逗他：“难道你压根就没打算邀请亲哥哥吗？”埃万杰林简直不敢相信，以前这位亲哥哥总是露个脸就走，这次居然说为了陪他，特意把所有行程都推掉了。他还是满脸怀疑，怕他待会儿又拿工作当借口。迪特里希也知道自己以前做得过分，现在连妹妹的一点信任都换不回来。以前每次参加沙龙，他总是被独自丢在座位上，周围的人甚至都不敢靠近，那种被冷落的滋味他可不想再受了。迪特里希刚想开口道歉，却被他直接打断，他可不需要这种迟来的安慰，因为这次他已经约好了拉里小姐，只能请哥哥自己一边待着去了。迪特里希被拒绝了，倒也不生气，只是觉得有点可惜，毕竟他这次是真的想陪陪妹妹。不过他更惊讶的是那些公文，平时眼光挑剔的要命，这次居然破天荒的承认那些活儿干得让他根本没法插手。埃万杰林一提到拉里就赞不绝口，觉得对方简直是天才，聪明到了让人不敢相信的地步。虽然拉里有着男爵爵位，还是家里的继承人，但迪特里希心里却很清楚，这种厉害的办事能力绝对不是身份带来的那么简单。迪特里希见过无数厉害的行政官，但拉里处理公文的能力还是让他觉得不可思议，这种水平在所有人里都是数一数二的。既然事情处理得这么顺手，他也打算赶紧回去忙正事。埃万杰林却拦住了他，让他先把早饭吃了，别整天只想着那些预算案。看着妹妹现在忙碌的样子，迪特里希心里突然有点不是滋味，他开始反思，以前那种自以为是的过度保护，是不是反而成了妹妹的枷锁？现在的埃万杰林看起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有活力，让他去做自己想做的事，或许才是最正确的决定。为了这次的沙龙，拉里和埃万杰林真的是豁出去了，从策划方案到布置会场，每一个细节他们都亲手打磨过，甚至连搬运重物这种体力活，两人也是一起坚持了下来，就是为了能让这场聚会万无一失。现在终于到了要交卷的时候，拉里换上礼服走进会场，因为准备的足够充分，他现在心里非常有底气。不过他还是有点坐立难安，倒不是担心自己表现不好，而是怕大家对埃万杰林的策划不买账。他在心里不停地祈祷，希望这次的努力千万别白费。宴会厅里的场面比预想的还要壮观，那些只在名单上见过的帝国名流，现在全都真实的出现在眼前，连侯爵夫人和议会的贵族都到齐了。拉里这下总算看明白了，塞拉菲娜之前为什么非要挤进来，就是想在这些大人物面前刷存在感，好给自己找个靠山。可他还是觉得哪里不对劲，既然这么想在社交界往上爬，为什么还要到处散布公爵千金的坏话？这种自断后路的行为简直不可理喻。还没等他想出个所以然，埃万杰林就兴冲冲地跑了过来，拉着他的手说：“拉里，我可等你好久了。”沙龙的反馈比预想的还要好，大家对这里的食物和布置赞不绝口。埃万杰林兴奋得像个小女孩，甚至还主动挽住了拉里的胳膊，这可把拉里给乐坏了。看来是因为心情实在太好，这位平时端庄的公爵千金竟然也有这么平易近人的一面。不过埃万杰林很快就反应过来，赶紧松开手，一本正经地解释说自己平时可不是这么不稳重的人。看着他这副想努力维持尊严的样子，拉里只觉得他像猫一样可爱，赶紧顺着他的话夸了几句，这才让这位傲娇的公爵千金放松下来。但说真的，今天的埃万杰林确实美得过分，站在那些名贵的艺术品中间，他反而成了最耀眼的那一个。拉里在心里疯狂感叹，什么雕塑和名画，在公爵千金的美貌面前，全都要黯然失色。埃万杰林凑过来问拉里，参加自己亲手筹办的沙龙感觉怎么样？拉里这会儿正兴奋着呢，一个劲地夸赞会场里的艺术品。不过他也老实交代，之前光顾着忙活策划和流程了，根本没心思停下来看一眼，现在总算能以客人的身份好好欣赏。埃万杰林听了非常大方，直接约好下次带他去看家族的私人收藏，这对拉里来说简直是意外之喜，两人的关系显然又近了一步。正当他们打算去看看那边的雕塑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，原来是迪特里希找过来了。这位公爵大人显然是专门来找妹妹的。他看着眼前的埃万杰林，语气平静地说：“原来你躲在这儿啊！”谁能想到这位从不露面的公爵大人竟然真的出现在了沙龙现场，拉里整个人都定住了，这跟传闻里的完全不一样啊！埃万杰林倒是没察觉到气氛不对，兴冲冲地给两人做起了介绍，还说自己早就跟哥哥提过拉里了。面对这位未来的敌方家属，拉里心里其实挺尴尬的，毕竟在原本的剧情里，迪特里希可是塞拉菲内的未婚夫，他本想着还完手帕就赶紧划清界限，以后最好老死不相往来。可迪特里希却表现得非常绅士，甚至还主动说期待以后的相处，这下
可把拉里难住了。那块手帕到底什么时候还才合适？总不能当着埃万杰林的面直接拿出来吧？那样误会可就更大了。正聊着呢，侍从突然跑来传话，说有位侯爵夫人想见埃万杰林。这下计划全被打乱了。埃万杰林道：“是心大，临走前还不忘嘱咐哥哥，让他帮忙照顾好拉里。”迪克里希竟然也爽快地答应了。拉里整个人都傻了，他刚才还在心里盘算着怎么避嫌，结果转头就被送到了正主手里，这运气也是没谁了。他试图挽留一下埃万杰林，问他是不是很快就回来，可对方显然已经进入了社交模式，根本没听清他在说什么，摆摆手就走远了。看着埃万杰林消失的背影，拉里只觉得天都要塌了。这种被迫和危险人物独处的尴尬，谁能懂啊？还没等他想好怎么开溜，迪克里希已经走到了跟前。他低头看着拉里，语气里带着一丝探究，问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。迪克里希什么时候出现的？拉里这下彻底慌了，刚才那些话该不会全被他听见了吧？他只能赶紧找借口，说自己是第一次参加沙龙，太紧张。可越是心虚，就越容易出意外。话还没说完，他脚下突然一个踉跄，这下想躲都躲不掉了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迪克里希一把拦住了拉里的腰，这反应速度简直没谁了。他低声问道：“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”甚至还想去帮他叫医生。离得这么近，拉里整个人都懵了。对方这张脸简直比灯光还耀眼，他现在根本没法冷静思考，只能支支吾吾的想要拒绝。拉里赶紧大声解释，说自己身体好得很，刚才只是没站稳。他觉得自己现在肯定像只受惊的小兔子，简直丢脸丢到家了。迪克里希倒是没拆穿，只是淡淡的回应道：“那就好。”表面上还在客气，他心里其实早就崩溃了。明明为了这次见面准备了那么多，结果一开口全是废话。这下高冷人设彻底崩了。万一迪克里希觉得他是个怪人，以后不让他见他妹妹了怎么办？这出师不利，接下来的路可不好走了。迪克里希突然温柔地叫了他的名字，还大大方方地伸出了手。他说：“既然拉里精力这么充沛，那陪着埃万杰林逛完沙龙肯定没问题。”甚至还主动邀请他一起走走。拉里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，看来刚才那场虚惊并没有毁掉他在对方心里的形象，至少现在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拉里轻轻搭住他的手，爽快地答应了邀请。两人并肩走进沙龙，这里的气氛比想象中还要热闹。他仔细观察着四周，发现灯光打得恰到好处，连画框的选色都没有抢了作品的风头。每个展区还贴心地准备了手册。看来埃万杰林为了这次沙龙真的付出了不少心血，哪怕有人在旁边出谋划策，能把细节落实到这种程度，也足以说明他的能力有多强。拉里忍不住在心里感叹，这位大小姐确实让人刮目相看。拉里正盯着展厅的布置出神，迪克里希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，笑着调侃说：“比起这些艺术品，他好像对沙龙的布局更感兴趣。”拉里大大方方地承认了，毕竟这可是埃万杰林熬夜布置出来的，每一个细节都透着心血，他当然要好好欣赏。可迪克里希接下来的话却让他一下子没接住，他突然关心地问：“拉里昨晚睡得好吗？”原来他早就知道拉里在帮忙，还担心自家妹妹太任性，会让他太辛苦。拉里赶紧摆手否认，说自己才是那个添麻烦的人，这种不经意间的体贴最让人招架不住了。拉里表现得特别谦虚，他说自己只是提了几个小建议，真正能把事情办好的还是埃万杰林自己有本事。迪克里希听了这话，眼神里满是赞赏。他说，正因为拉里这么信任妹妹，埃万杰林才会这么依赖他。而且他发现，自从拉里出现以后，妹妹整个人都变得开朗了不少，甚至还多了一份以前没有的自信。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，让迪克里希对眼前的女孩又多了一层不一样的看法。迪克里希语气格外诚恳，他说正是因为拉里看懂了妹妹的内心，埃万杰林才会发生这么大的改变。他真的很庆幸妹妹能交到这样的好朋友，甚至还郑重其事地向他道谢。好朋友这三个字让拉里心里泛起一阵暖意，这不仅仅是一个称呼，更意味着他已经得到了对方家人的认可。这种被接纳的感觉让他觉得之前所有的付出都值了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简直比什么都要珍贵。拉里这会儿心里乱得很，要是再这么聊下去，他真怕自己会当场失态，于是赶紧收起情绪，礼貌地向迪克里希道了谢。为了不让对方察觉到异样，他随便找了个借口，指着旁边的一座雕像转开话题，问他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作品。迪克里希停下脚步，看着那座雕像若有所思。他说这刻的是关于宁芙仙女的传说，故事里的仙女疯狂爱着神明，可神明却只是把她当成工具，从始至终都没有给过她半分真心。这种爱而不得的悲剧，在这个热闹的沙龙里显得格外刺眼。传说中那个爱而不得的仙女，最后把自己变成了一棵桦树。拉里看着眼前的雕像，这故事在帝国几乎家喻户晓。他觉得雕刻家是想表达那种绝望，毕竟付出了全部的真心，却始终得不到对方的一点回应，最后只能选择用这种方式逃避。埃万杰林听了也觉得这雕像的神情确实透着一股哀伤。可就在这时候，迪克里希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评价。他并不觉得这是一种悲哀，反而觉得拉里的看法很有意思。这种截然不同的视角，让原本凄美的传说一下子变得耐人寻味了起来。迪克里希并没有就此打住，反而饶有兴致地追问拉里：难道在那尊雕像的脸上，真的只看到了悲伤这种情绪吗？拉里仔细斟酌了一下，给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答案。他说那个决定变成树的仙女，或许并不觉得痛苦，反而可能是在那一刻，终于抛弃了被人随意摆布的日子，第一次做出了真正想要的决定。这种选择带来的不是绝望，
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轻松，就像他当初决定离开塞拉菲娜一样，不再当谁的陪衬，而是要彻底掌握自己的命运。话一出口，拉里就后悔了。在一个随意的社交场合聊这种沉重的话题，是不是太煞风景？他赶紧打了个哈哈，说这只是自己瞎琢磨的，让迪特里希别往心里去。迪特里希倒是一点没介意，反而觉得他的视角很新鲜。他还凑近了，压低声音分享了个秘密，说埃万杰林听完这个传说后还偷偷哭过。要是他能听到拉里刚才那番话，心里肯定会好受很多。听到埃万杰林这么感性，拉里觉得这位大小姐真是可爱的紧，当即表示一定要把这套说辞告诉他。迪特里希笑着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叮嘱他千万别说是自己告的密。拉里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心里忍不住感慨，这位公爵大人对妹妹的这份心思还真是细致到了骨子里。看着迪特里希体贴的模样，拉里心里却突然泛起一阵寒意。就是这么一个温柔的好哥哥，在原著的结局里，竟然亲手把亲妹妹关进了修道院。等等，如果他真的这么疼爱妹妹，那原著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才会让事情恶化到那种地步？这种强烈的违和感让拉里不得不停下脚步，拼命搜寻脑海中关于原著的记忆，那个被隐藏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？按照原著的剧情走向，塞拉菲内在湖边花园撞上了那个最疯狂的女配，她还在天真地求饶，以为只要道歉就能换来原谅，可对方根本没打算放过她，甚至觉得这种求饶简直可笑。他凑到塞拉菲娜耳边，冷冰冰地嘲讽道：“你出现在我面前，就是这辈子最大的错误。”话音刚落，他就亲手把塞拉菲娜推下了湖。这一推彻底断送了两人最后的一点体面，也让故事走向了无法挽回的深渊。公爵在最后关头救下了塞拉菲娜，而那个推人下水的女配下场非常凄惨，直接被放逐到了修道院。当时的读者们都心疼坏了，觉得塞拉菲娜的命实在太苦，明明曾经救过别人的命，最后自己却差点淹死在湖里。可拉里现在越看越觉得不对劲，这哪是什么柔弱小白花，分明是塞拉菲娜故意演的一场戏。他就是算准了时机，诱导对方把自己推下去，连读者都被他这副样子给骗了，这心机深得让人脊背发凉。就在拉里还在复盘真相的时候，迪特里希突然走了过来，他看起来是要准备离开了，特意过来打个招呼。拉里礼貌地提裙行礼，准备结束这次交谈。迪特里希微笑着回应，语气里却带着一丝让人捉摸不透的深意。他突然俯下身，直勾勾地盯着拉里说：“希望能有更多和你单独相处的时间。”还没等拉里反应过来，他就已经优雅地转身离开了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拉里整个人都定在了原地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是因为自己和他妹妹关系好，所以才表现得这么客气吗？刚才那一瞬间，对着那张无可挑剔的脸，还有那温柔到骨子里的邀请，拉里差点就彻底沦陷了。拉里脑子里现在乱成一团，全是原著粉在那疯狂尖叫，提醒他迪特里希可是女主的标配。这种强烈的求生欲让他瞬间从刚才的暧昧里清醒过来，绝对不能被那个男人的魅力给骗了。虽然他确实完美的无可挑剔，但对于现在的拉里来说，他更像是一个能彻底改变他命运的贵人，而不是什么恋爱对象。现在的拉里成了全场的焦点，贵妇们都在背后小声嘀咕，说他今天看起来简直光彩照人，不仅有公爵亲自护送，还跟那位难搞的大小姐交上了朋友。谁能想到一个子爵家的女儿竟然能表现得这么大方得体，甚至有人觉得她非常平易近人。这种评价在等级森严的社交界简直就是个奇迹。埃万杰林在一旁听着这些议论，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。在他看来，真正的友谊从来不需要看身份高低。刚才还在背后嚼舌根的两个人，一转头发现正主就站在身后，顿时吓得手足无措，赶紧弯下腰拼命道歉。他们生怕这位大小姐一生气，自己家族就会在社交界彻底出名，只能一遍遍保证以后绝不再犯。看着眼前诚惶诚恐的两个人，埃万杰林却显得十分平静，他甚至微微一笑，说自己并没有因为刚才的话而生气。听到这话，两个人才终于松了一口气，赶紧顺着台阶往下爬，把这个沙龙从头到脚夸了一遍。面对这种刻意的讨好，埃万杰林只是礼貌地笑了笑。埃万杰林当众把功劳全推给了拉里，说这次沙龙能办得这么成功，全靠这位好朋友的帮忙。他甚至还打算把刚才那些夸奖一字不落地带给拉里听。刚才那两个嚼舌根的贵族女彻底看呆了，本以为会被这位大小姐当场治罪，没想到她不仅没生气，反而笑得像个天使一样温柔，这简直刷新了他们对这位大小姐的认知。此时的拉里正一个人躲在角落里，安静地品着杯子里的酒，似乎并不想参与那些复杂的社交辞令。埃万杰林很快就找到了他，有些好奇地问他怎么一个人在这？我哥哥人呢？拉里放下酒杯，轻声回答：公爵大人去和那边的绅士们打招呼了。埃万杰林这护短的劲儿一下子就上来了，觉得哥哥怎么能把拉里一个人丢下？那些围着公爵转的人全是奔着利益去的，这种时候更应该陪在拉里身边才对。拉里赶紧替迪特里希解释，说他其实是在为自己着想，毕竟那么多人围着，他也是怕自己应付不来。虽然拉里一直说没关系，但埃万杰林心里还是觉得不舒服，甚至打算等宴会结束，一定要找哥哥好好算账。看着埃万杰林这么护着自己，拉里心里暖洋洋的，他觉得能得到这对兄妹的照顾，已经是非常难得的福气了。埃万杰林不仅在私下关心拉里，甚至在刚才的社交场上也一直在帮拉里树立威信，他要把所有赞美都归功于拉里，让那些势利眼再也不敢轻视他。拉里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位大小姐竟然为自己考虑到了这种地步，这种真诚的关怀让他心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感动。
拉里突然提到自己在来沙龙之前特意寄出了一封信，这让旁边的埃万杰林有些好奇，到底是什么信这么重要？拉里只是神秘的笑了笑，说那不过是还没写完的家庭作业。可看他这副淡定的样子，这封信显然没那么简单。深夜的宅邸里，塞拉菲那正对着窗外发呆，手里紧紧攥着那封刚送达的信，信封上赫然写着他的名字。拆开信件的那一刻，拉里那带着嘲讽的声音仿佛直接在塞拉菲那耳边响了起来。你之前不是说要亲自来看看我到底有没有被欺负吗？结果你终究还是没出现，看来你对我的那点关心比我想象中还要廉价。拉里这招简直是杀人诛心，他不仅看穿了对方的虚伪，还要亲手撕掉那层温情的假象。拉里在信里写得明明白白，说他们这段所谓的友情其实薄得像张纸一样。他早就看穿了塞拉菲娜的真面目，根本不是在关心他，只是把他当成一个好用的工具，以后再也不想见到这种虚伪的人。拉里最后留下一句，咱们以后还是别再见面了。塞拉菲娜猛地把信纸揉成一团，随手扔在了地上。看着那团废纸，塞拉菲娜竟然忍不住笑出了声，他觉得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，拉里居然敢用这种口气跟他说话。塞拉菲娜猛地拍向窗户，这种事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决定了？在他眼里，拉里这辈子都只是个卑微的女仆，根本没资格跟他谈什么绝交，这笔账他绝对会亲手算回来。塞拉菲那盯着窗外，那种眼神里透着的执念，让人看了几倍发凉。他根本没把那封绝交信当回事，反而觉得这场猫鼠游戏越来越有意思了。就算你现在拼命想躲着我，那又有什么用呢？他自言自语的冷笑着，语气里满是势在必得的疯狂。反正不管你跑到哪，最后终究还是属于我的。拉里忙了这么久，沙龙总算圆满结束了。埃万杰林和拉里并肩站着，这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。埃万杰林累得直接瘫在沙发上，这次多亏了拉里的帮忙，不然这场聚会哪能这么顺利？他随口问了一句时间，拉里看了看怀表，说已经8点，自己该回家了。埃万杰林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这个点儿居然要走，难道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？拉里本来还想客气一下，说坐马车回去很快，其实时间也不算晚。可埃万杰林明显不想让他走，支支吾吾的提到了那种朋友间整晚聊天的聚会。拉里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，难道这位大小姐是想邀请自己参加睡衣派对？看着埃万杰林那副试探的样子，拉里感觉整个人都被萌化了，这谁能顶得住啊？他干脆顺水推舟，说自己突然腿软走不动了，能不能在这儿借宿一晚？埃万杰林当然是100个愿意，看来今晚注定是个不眠之夜了。埃万杰林拉着拉里就走，点心和游戏早就准备齐全了，生怕这位客人觉得累。拉里心里还挺暖的，觉得自己真是来对地方了，能被这么细心的招待。其实埃万杰林也有自己的小心思，他直截了当的说，就是想和拉里一起开睡衣派对。拉里笑着回应，能陪在大小姐身边确实是件开心的事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埃万杰林居然准备了一大堆新睡衣，非要让他一件一件是个遍，这哪是来睡觉的呀？这分明是要在公爵府开一场个人的时装秀。牌局上埃万杰林又赢了，他笑着问拉里是不是在放水。拉里无奈的叹了口气，连换了5套衣服，他现在连拿牌的力气都没了。两人干脆躺在床上休息，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。埃万杰林突然凑过来，问他对那个前未婚夫是不是真的毫无留恋了。拉里回答的斩钉截铁，要是还有半点心思，自己当初就不会主动退婚。埃万杰林听完可高兴了，觉得那种男人根本配不上他。可紧接着他又试探性的追问了一句，那现在有没有其他让你心动的人，比如长得好看的或者性格温柔的，真的一个都没有吗？被这么一问，拉里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身影，那是公爵迪特里希，毕竟他是第一个对自己展现出这种温柔的人。埃万杰林一眼就看穿了，故意逗他说，难道你连我哥哥也讨厌吗？拉里吓得直接坐了起来，连声解释自己绝对没有非分之想，那可是高高在上的公爵大人。可埃万杰林却表现得很淡定，甚至还说自己一点都不介意，因为他已经很久没见到哥哥在外面笑得这么放松了，而且拉里看起来也并不排斥，这哪里是闺蜜夜话呀，这分明是小姑子在现场牵红线。埃万杰林还在给哥哥打广告，虽然嘴上说迪特里希性格有点怪，但责任感强，还长得帅，绝对是他见过最好的男人。不过他也怕拉里有压力，赶紧补充说只是随便提提，让拉里千万别往心里去。夜深了，埃万杰林倒是睡得很香，拉里却怎么也合不上眼，毕竟换了地方总归有点不习惯。看着大小姐安静的睡颜，拉里觉得这种感觉其实也不错。既然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他索性起身打算去外面透透气。推开窗户来到阳台，眼前是开满玫瑰的静谧花园，这公爵府的夜晚似乎比白天还要迷人。拉里站在阳台上，看着月色下的玫瑰园，忍不住感叹这里真的太美了。突然一阵冷风吹过，头上的丝带顺着风就飞了出去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一只手稳稳地抓住了那条丝带。拉里定睛一看，竟然是公爵迪特里希，他手里攥着丝带，语气里带着一丝意外，没想到这么晚了还能在这里遇见你，看来今晚睡不着的可不止拉里一个人啊。迪特里希轻声问他是不是睡不着，拉里这才猛地意识到，原来公爵的房间就在自己隔壁，刚跟人家妹妹聊完理想型，转头就撞见了正主。拉里尴尬的恨不得原地消失，只能硬着头皮问他是不是也失眠了。迪特里希手里还攥着那条丝带，说自己只是工作累了，出来透透气而已。可还没等拉里接话，他的语气突然变得认真起来，说有件事一直想问个清楚，能不能请他空出一点时间？
迪特里希就这样看着他，脸上挂着那种招牌式的温柔微笑，仿佛刚才那个严肃的要求只是在聊今天的天气一样。绕了这么大一圈，迪特里希终于摊牌了。他盯着拉里问：“你为什么要给埃万杰林写信？”确实，在那种没人愿意搭理埃万杰林的时候，拉里的这封信确实显得有点突兀，也难怪他会起疑心。理由其实很简单，他只是想交个新朋友，毕竟以前圈子里的那些人根本就不是一路人。没想到迪特里希连名字都叫得出来，洛佩兹小姐，还有古斯托少爷。看来他早就把拉里的底细摸透了。拉里直接丢出一个重磅炸弹，他说自己已经退婚了，跟以前那些人彻底断了联系。迪特里希显然没料到这一出，退婚这可不是件小事。拉里接着解释，他当时只是想找个新朋友，而埃万杰林在人群中那种孤独的样子，让他觉得两人其实是一类人，所以他才写了那封信。没想到埃万杰林真的回应了他，完全不在意他当时那副阴沉的样子。这份真心对拉里来说比什么都重要，他是真的把埃万杰林当成了唯一的依靠。听完拉里的这番话，迪特里希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，他笑着感叹，原来埃万杰林也能成为别人的依靠。他一直以为这世上只有他一个人在乎那个孩子，现在看到拉里也是真心相待，他心里那块石头总算落地了。拉里在一旁看得真切，刚才那一刻，迪特里希不再是那个冷冰冰的公爵，而是一个温柔的普通人。这种罕见的表情，恐怕连原书女主角都没见过吧。拉里觉得自己像是撞了大运，竟然亲眼看到了这种隐藏剧情，气氛稍微缓和了一点。迪特里希开始打听沙龙的情况，他最担心的竟然是妹妹有没有乱发脾气，或者故意给拉里出难题。拉里看破不说破，在他这个当哥哥的眼里，埃万杰林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。其实人家表现得特别负责，反倒是他自己操碎了心。看着迪特里希疲惫的样子，拉里突然有点感慨，这男人从小就扛着公爵家的重担，习惯了去照顾和保护别人，却从来没人问过他累不累。拉里忍不住轻声提醒，让他别太拼命了，毕竟身体才是最重要的。迪特里希显然没料到会被关心，他露出了一个温柔的笑容，这种被人惦记的感觉对他来说应该挺陌生的吧。拉里觉得自己快守不住了，迪特里希这张脸简直是美颜暴击，再看下去非要陷进去不可。他赶紧找个借口想溜，客客气气地说了声晚安。可迪特里希却没打算放人，他手里竟然攥着拉里的丝带，还提出了一个让人没法拒绝的要求。他说刚才发生的这一切能不能别算在之后的正式见面里？这话听着可太有深意了，简直就是在明目张胆的暗示这是属于他们两个人的私密时刻。拉里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这男人到底是在撩人还是认真的？拉里表面上维持着贵族礼仪，客客气气地跟他道别，可心里早就开启了吐槽模式。要是迪特里希再这么撩下去，他真的很难不想入非非。好不容易等这尊大佛离开了，拉里反而觉得更不踏实了。这种超出预期的友好让他心里直打鼓。在原书剧情里，他确实是个护妹狂魔，可现在对自己表现出的这份温柔，完全是不按套路出牌啊！他到底在打什么算盘？拉里突然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，如果继续跟公爵家纠缠下去，迟早要跟那个塞拉菲娜正面硬刚，这可是原书里最麻烦的女人。就算他自己能躲开，那埃万杰林怎么办？要是真让塞拉菲娜进了门，成了公爵府的女主人，大小姐以后的日子恐怕就难过了。与其为了躲麻烦而一走了之，不如留下来守在大小姐身边，提前防备那个女人的手段，这才是最稳妥的办法。拉里在心里下定了决心，现在不是退缩的时候，既然已经卷进来了，那就一定要护住大小姐。大清早，拉里就收到一份礼物，打开一看，居然是2罐高档茶叶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埃万杰林就凑过来爆了个大料，这礼物居然是迪特里希送的。而且最离谱的是，这位平时高冷的公爵大人居然还亲手系了个粉色蝴蝶结。拉里表面上客客气气的收下了，心里却忍不住疯狂吐槽，不就是还个丝带吗？至于搞得这么有仪式感吗？看着拉里一脸无奈的样子，旁边的埃万杰林已经开启了吃瓜模式，那眼神分明是在说，我哥的小心思已经被我看穿了。埃万杰林可没那么好糊弄，他太了解自家哥哥了。迪特里希平时根本没这种浪漫细胞，怎么会突然送这种礼物？拉里还在那拼命找借口，说可能是因为两人关系好。结果埃万杰林直接开启了调侃模式，笑的那叫一个意味深长。他甚至还打趣拉里人气太旺，就算拉里回信给哥哥，他也会装作没看见。这下拉里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看着埃万杰林心满意足的离开，拉里整个人都快破防了。更要命的是，这位大小姐居然还打算去调戏亲哥哥，这公爵府怕是要热闹了。埃万杰林兴冲冲的跑去找哥哥，本想看看他被戳穿后尴尬的样子，结果迪特里希稳如泰山，还一本正经的在那讲大道理。他说拉里帮了公爵府这么多忙，如果不送点礼物实在是太失礼了。这话听得埃万杰林满头问号，明明自己已经送过裙子，还带他参观了，迪特里希却坚持要亲自表示诚意。埃万杰林直接一针见血地指出，这可是你第一次送女人礼物，你这心思也太明显了吧。面对妹妹的疯狂试探，迪特里希主打一个死不承认，非说这只是为了公事公办，气得埃万杰林当场就要加码送礼，甚至还要借走哥哥身边的亲信。迪特里希这下彻底懵了，找家族律师能干什么？难道埃万杰林又要搞什么大动作？结果这大小姐给出的理由简直让人哭笑不得，她居然说要去跟拉里续约，而且这次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她要把两人的关系正式化，从临时朋友变成一辈子的死党。为了留住这个好闺蜜，埃万杰林连律师都要请出来，这操作真是没谁了。
拉里盯着手里的合同，越看越觉得哪里不对劲，这内容确定不是在开玩笑吗？埃万杰林却表现得非常淡定，直言这可是他熬了好几天才亲自拟定出来的完美方案。听到拉里质疑那笔巨额津贴，他居然以为是自己给的太少了，这乃是请闺蜜留下来啊！这分明是想用钱把人直接砸晕，这种好姐妹到底去哪里？埃万杰林这波操作简直离谱，他居然想把季度津贴改成月结，就为了让拉里买衣服买到衣柜爆炸，这种超能力谁受得了？拉里整个人都听傻了，这哪是闺蜜叙旧，这分明是想用金币把她直接买了。本以为对方只是开个玩笑，谁能想到4天后，这位大小姐真的杀到了家门口，而且她可不是一个人来的，身后还正儿八经跟着一位律师，看这架势，今天这卖身契是不签也得签了。埃万杰林这波先礼后兵玩的那是相当丝滑，一进门就先送上顶级甜点，主打一个让人没法拒绝。拉里还没搞清楚状况，对方就开始疯狂铺垫了，说什么今天是个好日子，非要送份礼物纪念一下。谁能想到蛋糕纸是糖衣炮弹，真正的杀招还在后面呢。律师直接亮出了文件，这架事简直比谈生意还要严肃。这位大小姐竟然要签什么正式的友谊续约合同？好家伙，这哪是交朋友啊，这分明是想把闺蜜彻底锁死在自己身边。拉里本来还美滋滋的，觉得终于能和公爵小姐正式成为好闺蜜了，结果刚看了一眼合同，她整个人就彻底石化了。这哪是什么友谊协议啊，这分明是天上掉金砖了。合同第1条就写着每季度要发5万金币，美其名曰体面津贴。更离谱的还在后面，这笔巨款的70%必须全部花在买衣服上，就为了让她维持所谓的体面，这简直是强行让人变富婆呀！拉里这下是真的坐不住了，这数额简直大到离谱。他拿着这份沉甸甸的合同，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来，这福气给的也太吓人了吧！他最后还是没忍住，弱弱的向这位大小姐抗议，这哪里是给的有点多，这分明是多到要出人命了。面对这笔从天而降的巨款，拉里还在犹豫，觉得这钱拿的实在烫手。可埃万杰林压根不打算听，直接把这事儿上升到了战斗高度，说既然要一起对付死对头，没一套顶级战袍怎么行？这位大小姐的逻辑简直无敌，我有钱，我乐意投资我喜欢的人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她甚至还霸气的放话，要是进了她领地的人，她就必须得照顾周全。虽然话刚出口，她才意识到这词儿以前是形容花草的，但现在拉里显然已经被她彻底划进自己的地盘了。埃万杰林主打一个财大气粗，催着拉里赶紧签字，还说他们家可是帝国首富，这点钱根本不算什么。拉里这下是真的被触动了，原来自己竟然是这位公爵小姐的第一个朋友。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他也不再纠结，拿起笔就准备签字。不过还是提了个小要求，这钱只有2人在一起时才花。埃万杰林听了反而更兴奋了，那以后你的衣服我全包了，保证让你绝对不会后悔。就这样，一份离谱又温馨的合同正式生效，2人不仅成了好闺蜜，还成了法律意义上的正式朋友。拉里拿到合同后简直乐疯了，甚至想把它当成传家宝供起来。埃万杰林在一旁都看傻了，心想不就是一张破纸吗？至于兴奋成这样？但在拉里眼里，这可不是普通的纸，这是他们友谊的见证，就像骑士宣誓一样神圣。这种纯粹的快乐让这位大小姐都有点招架不住了。埃万杰林最后也只能投降，承认这种感觉确实不赖。既然合同都签了，那肯定得搞个仪式感啊！他提议立刻出门庆祝一下。拉里这下反应过来了，难道那笔离谱的体面津贴现在就要开始花了吗？埃万杰林今天换了套路，不带拉里去买衣服了，而是要带他去见识点别的。最让拉里意外的是，这次居然要由他来拿主意。这位大小姐直言，今天就是要看拉里的品味。这种被需要的感觉让拉里根本没法拒绝。2人转头就进了一家高级瓷器店。埃万杰林动作很快，直接拿出了2个精致的茶杯，让拉里在里面选一个。埃万杰林拿着杯子让拉里选，拉里随手一指，还觉得这位大小姐挺萌的，居然为了选个杯子特意找她帮忙。结果人家大小姐是认真的，她已经拿到了哥哥的许可，准备正式接管公爵府的内务管理，这可是她立稳脚跟的第一步。拉里这下听明白了，这选的哪是杯子啊，这分明是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。既然是这么重要的决定，拉里也收起了玩笑的心思。他提议与其问自己的意见，不如去问问那些真正用杯子的人。拉里正聊得起劲，建议买东西得货比三家，可他话刚出口就赶紧打住，觉得自己管得实在有点宽，毕竟公爵家的事哪轮得到他插嘴。谁知埃万杰林根本不吃这一套，他直接凑到拉里跟前，甚至还使出了撒娇大法，非要拉里像上次在沙龙那样继续当他的智囊团。面对这种美颜暴击，拉里心里那道防线都要塌了，他还在拼命找借口，说自己一个外人不该插手内务。可一想到这事儿连公爵都点头了，他这拒绝的话是越来越没底气。埃万杰林又抛出一个重磅炸弹，他说公爵大人不仅同意他管事，甚至还专门批准了让拉里在旁边出谋划策。拉里这下彻底定住了，赶紧摆手示意先停一下，这可是公爵府的内部机密啊！那位高高在上的公爵大人到底是怎么想的？这种莫名其妙的信任简直让拉里压力山大，他甚至想当场大喊一声：“你们到底看上我哪一点了？”而此时正在办公的公爵大人莫名觉得耳朵有点痒，他哪能想到自己随口给出的这份信任快要把人家小姑娘给吓哭了。面对公爵给的特权，拉里心里直打鼓，觉得自己只是个外人，怎么能插手府邸的内部账目？可埃万杰林
却根本不在乎这些规矩。在他眼里，拉里是他最信任的朋友，而且只有和朋友一起努力，才让他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。听到这番毫无防备的真心话，拉里直接愣在了原地。见埃万杰林还要跟自己谈钱，拉里这下彻底坐不住了。他一把抓住对方的手，只要能别再提报酬的事，让他干什么都行。看着对方这副认真的样子，埃万杰林露出了得逞的笑容。拉里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这是被拿捏的死死的呀。既然正式谈妥了，那接下来的市场调研可就完全成了埃万杰林的个人秀。从家具餐具到花园里的花，他恨不得把整条街都逛个遍。看着这长得离谱的清单，拉里整个人都麻了。结果人家只是想先过个眼瘾，这哪是在办公啊，分明就是个第一次独立生活的小女孩，正对着未来的新家发疯呢。虽然公爵家确实富得流油，但这位大小姐花钱也太没节制了。为了帮她改掉乱消费的坏习惯，拉里决定今天必须管管她。出门前两人特意约法三章，今天只能看，绝对不能买。埃万杰林答应得那叫一个痛快，保证自己绝对是个守信用的人。结果几个小时逛下来，埃万杰林确实是一样东西都没买，可他把整条街都看了个遍啊。拉里累的感觉腿都不是自己的了，人家却还在兴致勃勃的看花，这哪是在省钱啊，这简直是在消耗他的体力上限。这位大小姐逛起街来简直是个体力怪物，试了40多次椅子不说，连餐具和墙纸都要挨个研究，只要没挑到最满意的，她就绝对不会停下脚步。不过说真的，看到她笑得这么灿烂，拉里心里那点怨言也就跟着烟消云散了。就在这时，路边橱窗里的一支钢笔勾住了拉里的魂，这笔精致的不像话，感觉只有顶级名流才配得上它。他忍不住在想，那位公爵大人平时办公用的也是这种笔吗？提起公爵，他又想起之前收到的礼物，还有那条精致的丝带，再加上借人家的手帕还没还，这人情债可是越欠越多了。拉里盯着橱窗里的钢笔，脑子里全是公爵办公的样子。他正纠结要不要买个礼物回礼，结果埃万杰林突然从背后冒出来，把他吓得差点当场跳起来。埃万杰林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，问他是不是看上这支笔了。拉里支支吾吾的解释说这可不是给自己买的，还顺便打听起公爵平时的喜好。埃万杰林这下可算是抓到重点了，一脸坏笑的凑了过来，你这是要给我哥哥送礼物？拉里赶紧解释是回礼，毕竟上次收了人家的茶叶，这只是最基本的礼尚往来。埃万杰林一脸坏笑的调侃说没有感情的回礼才最可疑。拉里被说的直心虚，赶紧找借口想糊弄过去。结果埃万杰林不仅没生气，反而大方的鼓励他送出去，还透露了一个小秘密，他哥哥平时除了工作就是工作，几乎从来不收别人的私人礼物。拉里听了有些不敢相信，像公爵这样有权有势的帅哥，难道平时没有名媛给他送礼吗？埃万杰林无奈的耸了耸肩，以前送情书送礼物的确实排成队，但他要么冷酷拒绝，要么把贵重东西原封退回。时间一长，大家只敢远远看着了。这要是拉里送的礼物被收下，那可就真的是破天荒了。拉里突然想起来，在原著小说的设定里，公爵明明只在乎塞拉菲娜，而且极度讨厌其他女人送的礼物。不过他转念一想，自己送礼只是为了还手帕，这应该算不上是送情礼吧。还没等他纠结出个结果，埃万杰林就直接化身案头小能手，一把将他推进了店里，催着他赶紧把笔买下来。看着手里已经打包好的精致木盒，拉里整个人都是懵的，这怎么就稀里糊涂的买下了？偏偏埃万杰林还在一旁捂着嘴偷笑，说自己绝对会替他保密，绝对不会在哥哥面前多嘴。看着比自己还要兴奋的埃万杰林，拉里真是哭笑不得。你这副表情到底是要假装不知道什么啊？马车总算赶在天黑前把拉里平安送回了家。埃万杰林在车里还不忘叮嘱，让他回去一定要好好休息，明天还会派车来接他。看着马车渐渐远去的背影，拉里这下可藏不住笑意了。原来他刚才在店里的时候，趁着埃万杰林没注意，偷偷也给他买了一份礼物。毕竟埃万杰林今天陪着逛了半天，还一直帮自己出谋划策，怎么能只给公爵买东西呢？拉里宝贝的捧着礼盒，已经在脑补明天的画面了。要是埃万杰林收到这份惊喜，肯定会开心的不得了吧。拉里刚走到家门口，草丛里突然钻出个人影，竟然是阴魂不散的塞拉菲娜。他已经在暗处等了好久，一开口就是要找拉里谈谈。拉里整个人都愣住了，明明之前已经把话说明白了，怎么这人还敢找上门来？塞拉菲娜却不管不顾，上来就死死拽住拉里的手，非要聊聊那封信的事。推搡之间，拉里手里的礼盒掉在了地上，那可是他精心挑选的宝贝。这下他是真的被惹火了，直接让女仆艾米先把东西收好，自己要亲自去解决这个麻烦。看着拉里那副强硬的架势，旁边的仆人们都看傻了。在他们的印象里，自家小姐什么时候这么凶过？看来这次塞拉菲娜是真的踩到拉里的底线了。拉里把人带到僻静处，心里只觉得荒唐。塞拉菲娜平时最在乎名声，今天居然当众撒泼，真是连面子都不要了。塞拉菲娜却像变了个人，死死盯着拉里质问：你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我彻底失去兴趣的？是那次茶话会，还是更早的时候？拉里只觉得一阵无语，现在问这些还有意义吗？他直接把话挑明了，翻这些陈年旧账根本救不了咱们的关系。可没想到，塞拉菲娜听到这话，整个人都定住了，嘴里不停重复着现在这2个字。塞拉菲娜这下是彻底破防了，她步步紧逼，嘴里全是以前那些旧账，说拉里以前明明很听话，怎么现在突然就变脸了？她猛地冲上来，死死按住拉里，歇斯底里的大喊大叫，质问为什么要背叛他去投靠埃万杰林，甚至还喊出了那句最离谱的话，说拉里原本就是属于他的。
看着眼前这个疯狂的女人，拉里只觉得一阵心寒。以前那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圣女，现在竟然能说出这种恶毒的话，看来这才是塞拉菲娜最真实的嘴脸。她根本没把拉里当朋友，只是当成了一个听话的私有物。因为他们的彻底决裂，这个世界的原著剧情已经开始疯狂的扭曲了。拉里终于不再忍了，他冷笑着反问：“我什么时候成了你的附属品？听好了，我从来不属于任何人，不管是你还是那些所谓的亲人，谁都别想再掌控我。以前那个像女仆一样被嘲笑，连头都不敢抬的受气包，你难道就没怀疑过那是装的？”本以为这番话能让对方愧疚，可塞拉菲内的反应却冷得让人脊背发凉。他直接把锅甩了回来：“别把你性格的问题怪到我头上，这哪里是姐妹叙旧，简直是要把对方彻底撕碎啊！”性格？拉里被这句话彻底点燃了，他歇斯底里地吼了出来：“我原本根本不是这种性格，是你那些自以为是的关心，一点点把我彻底掏空了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活得就像个被你操纵的木偶，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迎合你，根本找不到真正的自己。”可面对这种撕心裂肺的控诉，塞拉菲娜竟然只是冷冷地反问：“那又怎样？”他甚至觉得这是一种恩赐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可是从小到大最喜欢你了，难道这也有错吗？”这种扭曲到极点的爱，简直让人脊背发凉。塞拉菲娜开始翻旧账了，她提起小时候分享的秘密，还有拉里落水时他的关心，想用这些廉价的温情来掩盖现在的自私。可下一秒，他竟然倒打一耙，说是拉里自己理解错了心意。这种理直气壮的洗脑，简直让人听得脊背发凉。面对拉里的愤怒，他不仅没有半点反思，反而露出一抹轻蔑的笑：“行吧，我知道你现在恨透我了。”他甚至连头都没回，直接丢下一句挑衅：“那就试试看啊，看你到底能不能跟我断个干净。”这种吃准了对方的傲慢，才是最伤人的。塞拉菲娜丢下这句挑衅，转身就走，根本不给拉里追问的机会。拉里站在原地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对方那句莫名其妙的拉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看着塞拉菲娜消失的背影，拉里只觉得荒唐，这人到底在打什么算盘？明明把关系搞得这么僵，却还能像没事人一样留下这种让人困惑的话。这下好了，只剩下拉里一个人，在这片森林里彻底乱了阵脚。拉里现在脑子里乱成一团，他怎么都想不通，塞拉菲娜为什么会对自己产生执念？明明以前只是个随叫随到的女仆，难道在对方心里，自己只是个被抢走的玩偶吗？这种扭曲的感情让他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，手里的铅笔不停地敲着桌面，甚至连现在正上着课都给忘了。直到学生的一声提醒，才把他从乱七八糟的思绪里拽回来。他赶紧尴尬地道歉：“第一天当老师就当众走神，这课还怎么上下去？”拉里看着埃万杰林满意的样子，心里别提多得意了。看来当初咬牙买下这支笔，真的是选对了。这支刻着玫瑰的钢笔可不是一般的文具，据说只要用它写字，所有的文件都能处理得顺顺当当。可真到了查账的时候，这支笔就变成了最锋利的武器。拉里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，数目数量对不上，计算结果也是错的。他手起笔落，在纸上划出一道道红线，甚至连最基本的人工费都没算进去。这哪是在改错啊？这简直是在给对方的智商动手术。看来拉里这份新工作是要彻底坐稳了。哪怕检查了无数遍，结果还是漏洞百出。埃万杰林看着手里的账单，整个人都快要泄气了。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根本就不是这块料，万一最后还得让哥哥来收拾烂摊子，那自己岂不是成了累赘？其实拉里心里很清楚，这只是因为业务还不熟练。他主动握住埃万杰林的手，语气里全是坚定：“你现在的进步大到连你自己都不敢相信。从一窍不通到能写出完整的提案，这已经是进步神速了。更何况还有专业的团队在后面把关，根本没必要这么没信心。”拉里笑着看向这位学生，第一天就能做到这个份上，简直就是天才级别的表现。要是连你都觉得自己不行，那让当老师的该有多伤心？既然决定了要好好干，埃万杰林这回可是动了真格的。他重新拿起笔，对着那一堆厚厚的文件发起了冲锋。拉里在一旁看着，心里别提多欣慰了。这种凡事都要亲手记录核对的好习惯，简直就是天生的管理人才。埃万杰林却显得有点不好意思，他说自己只是不想在拉里面前敷衍了事，毕竟这份信任比任何夸奖都要来得珍贵。就在两人聊得正起劲的时候，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。推门进来的迪克里希手里正拿着一份文件，他推了推眼镜，语气里带着一丝调侃：“这么多需要处理的公文里，是不是也该有我的一份？”拉里正打算起身给公爵行礼，却被埃万杰林一把按回了座位。对方笑得一脸灿烂，说公爵只是顺路来送个文件，让拉里尽管坐着别客气。结果文件刚放下，埃万杰林就开始找借口开溜，什么去洗手间这种烂大街的理由，他居然也说得出口。一转眼人就跑没影了。拉里坐在原地一动不动，这演技也太拙劣了吧！他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埃万杰林早就计划好了，要当这个牵线搭桥的红娘。之前看到拉里给公爵准备了礼物，埃万杰林就一直起哄，非要让他亲手送过去。现在倒好，直接把两人关在屋里制造机会。看着埃万杰林临走前那负兴奋劲，拉里真是拿他没办法。这哪是贴心学生啊，这分明是想看老师的热闹。看着桌上那个精致的盒子，拉里这下彻底反应过来了。大小姐刚才那拙劣的演技，根本就是为了把他和公爵单独留下。现在屋子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，气氛一下子变得微妙起来。这哪里是去洗手间啊，这分明是把他架在火上烤。面对着眼前的公爵，他现在
真是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。迪特里希正专注地处理公文，完全没心思顾及周围。拉里在一旁默默看着，心里那点小算盘已经藏不住了。既然他现在没打算离开，那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。他悄悄把手伸向那个盒子，可万一被拒绝了，这面子往哪搁？还没等他做好心理建设，迪特里希却突然抬起头，问他是不是被吓到了。这突如其来的关心，到底是在试探什么？迪特里希主动提起教学的事，觉得自家的妹妹给拉里添了麻烦，但他却笑着表示自己教得非常开心。听到拉里从小就接受继承人训练，迪特里希对他赞赏有加，甚至由衷地佩服起他的父亲。这突如其来的高度评价，让气氛变得格外融洽。眼看迪特里希起步准备离开，拉里知道不能再等了，他终于不再犹豫，叫住了他，直接递上了那个神秘的黑盒子。为了报答之前的回礼，拉里终于把准备好的盒子递了过去，还特意强调连埃万杰林那份也准备了，就怕公爵不肯收下。可空气却像凝固了一样，他只是沉默地扶了扶眼镜，半天没给出一句回应。这种反应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难道送个礼也送错了吗？结果他一开口就是拒绝，说之前的礼物只是场面上的客套，根本不需要他费心回礼。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，难道他真的讨厌收女人的礼物吗？拉里赶紧找了个借口，说盒子里还装着上次借的手帕，这礼物不仅是心意，更是为了还他的人情。迪特里希这会儿却有点心不在焉，满脑子都是刚才两人靠近的瞬间，那种从未有过的距离，让他一时间竟然没接上话。最后他总算点头收下了，还说会好好品尝那罐茶叶。拉里在心里翻了个白眼，既然早晚都要拿，刚才何必在那儿推三阻四？本以为送完礼就能功成身退，谁知公爵却突然话锋一转，直接约他今晚单独见面。这突如其来的深夜邀约，到底藏着什么心思？他正式邀请拉里共进晚餐。拉里觉得为了未来建立与迪特里希的联系会很有帮助，躲在门后的埃万杰林简直要郁闷死了。明明藏得这么隐蔽，怎么还是被公爵给发现了？他一边嘟囔着让人赶紧走，一边纳闷自己到底是哪里露了馅。刚一见面，埃万杰林就忍不住开始打趣，说拉里和公爵站在一起的样子，简直像从神话里走出来的神仙眷侣，吓得拉里赶紧连声否认，这种事可千万不能乱说。埃万杰林觉得拉里看人自带滤镜，连他那个古板的哥哥都能夸出花来，拉里却一脸认真的坚持自己看到的每一幕都是事实，根本没有半点夸张。眼看气氛到了，埃万杰林干脆直接打听起那个约会，拉里却还在嘴硬说是社交辞令，这种敷衍的回答谁会信？既然当事人不肯说实话，埃万杰林决定直接去找亲哥哥问个清楚。埃万杰林还在那儿念叨着学习，其实心里打的什么算盘，拉里早就心知肚明了。坐在餐桌前，他看着眼前的晚餐，心里却在琢磨这小丫头到底想干什么。还没等拉里想出个所以然，那边公爵已经坐不住了，直接当面拆穿了埃万杰林的把戏，什么约会，什么偷听，全都被哥哥抓了个正着。面对哥哥的质问，埃万杰林这下该怎么收场？埃万杰林还在那儿拼命找借口，说自己是为了给拉里创造机会才故意躲开的，结果公爵根本不吃这一套，直接把话题带到了教育问题上，偷听就是不对。迪特里希这副严厉的长兄架势，逼得埃万杰林只能乖乖认错道歉。拉里在一旁看着，心里反倒松了一口气，看来这小丫头的调侃对迪特里希来说根本没用。吵闹过后，迪特里希礼貌地向拉里道歉，拉里却觉得这种兄妹情分很难得。可迪特里希显然更在意别的，他不仅让拉里多尝尝招牌菜，甚至还提前准备好了他最爱的甜点。这顿饭吃到最后，气氛好像变得有点不一样了。拉里后知后觉地发现，迪特里希整场饭局的目光其实一直都没离开过埃万杰林。原来他特意请自己来吃饭，只是想亲眼看看妹妹和朋友相处时开心的样子。看着这对兄妹感情这么好，拉里心里也觉得挺暖的，毕竟这种温馨的画面在原著小说里可从来没出现过。可就在这时候，他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，看着公爵对妹妹这么体贴，拉里难免有点触景生情，开始惦记起远在紫蕨岭的父母，不知道他们最近过得怎么样。说来也巧，刚动了想家的念头，家里人的信就送到了手上。母亲在信里先是嘘寒问暖，可紧接着话锋一转，提到了一个叫古斯托伯爵的家族。这封信来的实在太突然了，难道家里出什么事了？信里的质问简直像个炸弹，父母直接在信里问他是不是真的把婚给退了。拉里这下彻底断片了，他光顾着自己退婚痛快，竟然忘了跟家里打个招呼。这种先斩后奏的行为，在父母眼里简直就是胡闹。他现在觉得自己真是个彻头彻尾的不孝女。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在胡闹，埃万杰林这次可是下了苦功，终于把复杂的预算案算得一字不差。本以为能换来一顿大夸特夸，结果拉里只是轻描淡写应了一声，反手又塞给他一叠更难的资料，让他立刻开始核对商会信息。这下轮到埃万杰林坐不住了，他甚至怀疑拉里是不是病糊涂了，怎么一点惊喜的反应都没有。其实在拉里眼里，这种天才级别的表现已经是常态，既然这么聪明，那当然要抓紧时间学更多东西了。看着眼前这个充满活力的学生，他忍不住感叹真是太可爱了。但其实他最近一直没睡好，心里压着不少事，有些秘密现在还不能说，只能拿家里的事当借口。毕竟当初瞒着父母强行退婚，这事确实闹得挺大，父母还是从别人嘴里听到的消息，现在家里那边全是担心的信件，他必须得回去解释清楚了。趁着这段时间课程告一段落，他打算请个假回老家一趟，去安抚一下受惊的父母。
埃万杰林听完非常理解，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。埃万杰林不仅准了假，还提出要亲自陪他回老家。毕竟那个渣男骚扰他的全过程，埃万杰林可是唯一的目击证人。只要有这位大小姐出面作证，家里的父母肯定能理解他的苦衷，甚至还会夸他退婚退得好。可他下意识还是想拒绝，觉得老家在南方实在太远，不想耽误埃万杰林的宝物时间。这话一出口，埃万杰林整个人都沉默了。他觉得这种客气简直就是见外，明明自己都把亲哥哥介绍出去了，凭什么对方还不让他见家长？这种被当成外人的感觉让埃万杰林真的很不爽。埃万杰林这招以退为进简直绝了，他委屈巴巴地问，是不是因为自己名声太臭，才让老师觉得带他回家很丢脸？面对这种级别的撒娇攻势，谁能顶得住啊？他当场就缴械投降了，甚至夸张地表示要把埃万杰林到访的那天定为纪念日。既然已经确定要一起回去，埃万杰林开始打听起拉里父母的喜好，甚至连送什么花都要反复确认。他看着埃万杰林这股认真劲，心里明白这里是肯定拦不住了，只能老老实实交代。父亲爱喝酒，母亲最喜欢的就是玫瑰。正聊得起劲，女仆突然进来传话，说是商会会长已经在会客室等着了。看来叙旧只能到此为止，毕竟正事要紧。他迅速收起刚才的轻松，准备开始下一场硬仗。今天的课程终于到了实战环节，也就是所谓的品质鉴别。埃万杰林看起来信心满满，毕竟这段时间他学的比谁都刻苦。商会会长带来了一套精美的茶具，说是海外进口的稀罕货，设计独特，颜色更是少见。总之被他吹得天花乱坠。埃万杰林听完报价，反问了一句：“这一套东西竟然要1500金币，这价格确实贵得离谱。”会长倒是表现得很有底气，强调因为是进口货，所以成本自然要高一些，但质量绝对是顶级的。看来这场关于眼力的博弈现在才真正开始。会长还在那儿可劲儿吹，说自家的货绝对是顶级品质，连样品都找不出半点瑕疵。埃万杰林却没被他的话术绕进去，他直言这价格贵得离谱，如果非要买，商会必须出具一份保证书，还得白纸黑字写清楚，万一以后出了问题，必须由国外的原作者亲自修理。这话一出，会长直接愣在了原地，他支支吾吾地推脱说，为了修个杯子再跑一趟海外，这操作实在太难办。看他这副心虚的样子，埃万杰林心里已经有了底，而拉里手里那本厚厚的资料，恐怕就是揭穿谎言的关键。埃万杰林直接使出了杀手锏，他轻描淡写地搬出竞争对手，说威尔斯商会早就答应了这些条件，如果这边办不到，那这笔生意也没必要谈下去了。这番话瞬间反客为主，会长一听竞争对手要抢生意，哪里还顾得上什么成本，只能忙不迭地答应下来，表示一定会准备好保证书。躲在暗处观察的迪特里希彻底看呆了，他本以为这场谈判会是一边倒的欺压，没想到对方不仅没被牵着鼻子走，反而表现得如此老练。这种滴水不漏的行事风格，让他不禁开始怀疑，这背后到底还有多少他不知道的秘密。会长客客气气地准备离开，谁知一推门，正好撞见了守在门口的公爵，他吓得连话都说不全了，只能低着头赶紧溜走。屋里的气氛倒是轻松不少，拉里对埃万杰林的表现赞不绝口，尤其是那招反客为主，简直把商人的心理拿捏得死死的。埃万杰林却表现得很谦虚，他说要不是老师提前准备了那个威尔斯商会的信封，他也没底气演得这么像。迪特里希推门走了进来，问他们今天的进展怎么样。埃万杰林一脸自豪地宣布自己成功签下了2种茶具的合同，本以为会得到一顿夸奖，没想到迪特里希却笑着打趣他，忙活了整整1天，结果就只签了2个品种吗？埃万杰林早就想好了说辞，他说家里客人年纪各异，招待长辈得用稳重的威尔斯款，年轻人则更适合精致的里德款。他甚至还想趁机把旧的也换了，结果话还没说完就被拉里微笑着打断了。拉里直言没必要浪费钱，好好的东西没理由随便扔。刚才还兴致勃勃的埃万杰林瞬间就变得乖巧听话，连个不字都不敢说。这一幕可把旁边的迪特里希看乐了，平时自己怎么唠叨他都不听，没想到在拉里面前他竟然被治得服服帖帖。迪特里希看着眼前的埃万杰林，发现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只会躲在自己身后的小女孩了。既然他现在学得这么出色，也是时候让他接触真正的家族事务了。于是他转头看向拉里老师，郑重地提出了一个请求，他希望接下来的家臣会议能交给他们来全权负责。埃万杰林显然没料到哥哥会突然给他这么大的权利，这可是家族里最重要的场合。迪特里希这次是认真的，家臣会议这么大的事，居然真的要交给埃万杰林来办，看来他是真的看中了妹妹最近的进步。既然迪特里希都开口求助了，埃万杰林当然不会拒绝。这种被信任的感觉让他整个人都充满了干劲。为了支持妹妹第一次挑大梁，哥哥甚至主动提出要增加预算，这简直是全方位的宠溺。可就在这时候，拉里突然插了话，他表面上是在为家族的财务稳定着想，实际上却是在阻止埃万杰林拿到更多资源。这气氛一下子就变得微妙起来了。拉里到底在打什么算盘？拉里表面上把埃万杰林夸成了天才，实际上却顺手把预算给抹了，这招捧杀玩的可真溜。偏偏迪特里希还真就信了，觉得人家是在帮妹妹成长，甚至还反过来感谢对方。这公爵当的也太容易被忽悠了。埃万杰林可没打算就这么算了，他一眼就看穿了拉里在故意客套。既然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外人，那我就直接把你变成老师。拉里找借口的本事真是一流，说怕当了老师就没法一起玩了，硬是把这份差事变成了朋友间的帮忙，这情商确实没得说。埃万杰林道：
也爽快，只要能帮他搞定接下来的烂摊子，当不当老师其实无所谓。这种并肩作战的感觉反而更好，感受到身边人的支持和信任。埃万杰林这次是真的燃起来了，她不再是那个只会闯祸的小姐，而是背负着大家的期待在战斗。既然舞台已经搭好了，那接下来的这场硬仗，她绝对要赢得漂亮。一眨眼1周就过去了，加成会议的日子终于到了，这可是埃万杰林证明自己的关键时刻。他没有躲在后方指挥，而是亲自盯着会场的每一个细节，连点心这种小事都不放过。考虑到参会的家臣年纪都大了，他特意把甜点换成了水果，甚至还细心的准备了软垫。这种周全的考虑确实让人刮目相看。文件摆好了，茶水也确认过了，万事俱备，接下来就看这场会议能不能顺利收场了。埃万杰林还在核对最后的方案，虽然心里也没什么底，但该做的准备已经全部到位了。就在这时，女仆急匆匆地跑来报信，说是埃万杰林心心念念的玫瑰幼苗竟然在这个节骨眼上送到了，这简直就是个好兆头。与此同时，迪特里希正带着家族的财务主管走过来，这位管钱的大佬可不好对付，他已经听说了会议室重新装修的事，正等着看埃万杰林能玩出什么花样。最让人意外的是，埃万杰林不仅没有缩减开支，反而直接递交了一份超支预算，这胆子确实比以前大多了。看来这丫头是打算彻底放开手脚，要在这次会议上给那些老家伙们一个下马威了。本来以为管钱的主管会很难搞，没想到他看完方案后，竟然一个字都挑不出来。埃万杰林只动了窗帘和灯具这些小地方，没花什么冤枉钱，就让整个屋子彻底变了样。迪特里希在旁边随口问了一句，结果主管的评价高得离谱，比起省下的那点预算，他更看重埃万杰林这份想为家族出力的心。看来这第一关算是稳稳的过了，这丫头确实没让人失望。随着大门推开，那些难搞的家臣们也陆续到场。这群老顽固刚进屋就发现气氛完全不一样了，不仅窗帘换了颜色，连椅子坐着都比以前舒服得多。有人发现靠背变直了，腰也不疼了，甚至还贴心的准备了软垫。这种周全的照顾让这群老家臣心里热乎乎的。更让他们意外的是，桌上的文件竟然特意调大了字号，连老花镜都不用戴就能看清。这种细节里的温柔最能收服人心。大家忍不住感慨，以前那个任性的小姐现在真的长大了，竟然能为他们考虑到这种程度。还没等会议正式开始，埃万杰林就已经靠这些细节把这群老顽固给彻底拿下了。迪特里希看着手里的报告，心里其实比谁都惊讶。本来以为埃万杰林只是闹着玩，没想到他把内务处理得这么漂亮，简直像换了个人一样。既然准备的这么周全，这场会议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。迪特里希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该怎么好好谢谢这个妹妹。会议结束后的气氛竟然是前所未有的轻松，这群平时最爱挑刺的老臣今天一个比一个好说话，甚至直言一点都不觉得累。他们特意拉住迪特里希，一定要替大家谢谢埃万杰林小姐，连茶杯这种小细节都照顾到了。这哪是开会，简直是把这群老头子给宠坏了。迪特里希笑着答应下来，看来埃万杰林这次是真的彻底站稳脚跟了。迪特里希现在心情大好，正打算赶紧找到人把刚才那番夸奖当面说出来，顺便看看他还有什么惊喜。可管家接下来的话却像一盆冷水泼了下来，说人早就已经出门了，现在屋里只剩下埃万杰林小姐。听完管家的解释，迪特里希心里那点好感瞬间散了一半。本以为他真的赚了兴，结果刚把事情交代完，就急着把烂摊子甩给别人，自己跑出去玩了。看来这丫头还是没定性，稍微做出点成绩就飘了，骨子里还是那个贪玩的孩子。迪特里希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既然正主不在，那就先去看看被留下的埃万杰林吧。迪特里希推开门的时候，心里还带着几分火气，觉得这丫头实在太没规矩，竟然把客人晾在一边自己跑了。可等他看清屋里的情况，整个人直接定在了原地。拉里就那样站着，手里还死死攥着那本书，身体却在不停地摇晃。原来他根本不是在偷懒，而是为了帮迪特里希分担家务，已经累到站着都能睡熟了。看着他慢慢倒下来的样子，心里那点埋怨瞬间散了个干净。他赶紧上前一步把人接住，这丫头平时看着挺机灵，怎么干起活来这么不要命？看着怀里睡得正香的拉里，迪特里希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怀里的重量比想象中还要轻。迪特里希原本只是想接住倒下的他，可那种异样的感觉却让他整个人都愣住了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这种完全失控的节奏根本不该出现在这种时候。这动静闹得有点大，但他突然发现这根本不是拉里的心跳，原来是他在紧张。这种失控的感觉还是头一次，甚至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病了。如果身体没出问题，那唯一的解释就是怀里这个让他移不开眼的人。拉里这一觉睡得可真沉，等他迷迷糊糊睁开眼，才发现身边竟然坐着个人。迪特里希居然一直守在旁边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对方就先开口了。原来迪特里希早就知道他来了，更让他生气的是，竟然有人敢把烂摊子全丢给他，自己跑去偷懒了。拉里这才发现，迪特里希竟然是那种笑着发火的人，这气场让他压力山大。他赶紧为自己睡着的事道歉，可迪特里希却把账全算在了自家妹妹头上，觉得是妹妹太不成熟，才把拉里卷进这些麻烦事里。拉里只能拼命替埃万杰林打圆场，说人家走之前其实都安排好了，甚至还爆了个料，说他是为了买一朵心心念念的玫瑰才急匆匆的跑掉。迪特里希听完还是觉得过意不去，毕竟耽误了拉里这么多时间。好在拉里心态够稳，反而觉得能在这里
看会儿稀有藏书，也算是不虚此行了。迪特里希今天的心情好得不得了，说那帮老臣对这次会议赞不绝口。其实秘诀就在于他换了更舒服的椅子，还特意把文件字体调大了1号。这些不起眼的小细节，竟然让那帮老臣感动坏了。迪特里希很坦诚地向拉里道谢，承认是自己疏忽了这些琐事，多亏了他的提醒。这种被认可的感觉让拉里心里暖洋洋的。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，迪特里希又拿起一份完美的公文，问是不是他帮忙改的。拉里笑着摇了摇头，说这可是埃万杰林独立完成的作业。现在的埃万杰林不仅能算预算，连起草公文都像模像样了。迪特里希这下是真的被惊到了，那个只会闯祸的妹妹，竟然在不知不觉中脱胎换骨了。看着妹妹写得整整齐齐的公文，迪特里希心里挺欣慰的，这孩子总算是长大了。他忍不住揉了揉发酸的眼睛。拉里还在旁边开玩笑，问他是不是感动的要哭了。迪特里希赶紧摆手否认，说自己只是最近用眼过度，才不是什么猛男落泪。拉里心里其实都明白，迪特里希是为了让他多睡一会儿，才故意没开灯，摸黑处理了那么久的文件。可迪特里希却表现得一脸不在乎，说这不过是工作太久的老毛病，让他千万别放在心上。这种体贴反而让人更心疼。后来拉里跟埃万杰林坐在一起时，心里还是觉得不踏实。迪特里希明明已经那么忙了，却总是在这种小事上迁就他，这种被过度保护的感觉让他觉得自己像个累赘。他真的不想再给迪特里希增加负担了。拉里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，迪特里希这种拼命三郎的性格，早就把过度劳累当成了家常便饭。看着他这么不爱惜身体，拉里觉得不能再坐视不管了。他主动提议让迪特里希试热敷，毕竟用热毛巾敷一下眼睛，能让紧绷的神经放松不少。迪特里希显然是第一次听说这种办法，听得一愣一愣的。拉里一边解释一边凑了过去，想亲手帮他试一下温度。可就在指尖靠近的那一刻，迪特里希整个人都定住了。这种突如其来的亲近，让原本平静的空气瞬间变了质。他似乎还没准备好去面对这份越界的温柔。拉里这下是真的豁出去了，直接伸手捂住了迪特里希的眼睛。他说自己的手心自带温度，正好能当个临时的热敷包。他还一边敷一边念叨，说只要多坚持一会儿，眼睛肯定能舒服不少。可说着说着，拉里的声音却越来越小。迪特里希始终一言不发，任由那只温热的手贴在脸上。这种近在咫尺的距离，让原本单纯的关心瞬间变得有些暧昧不清。拉里猛地回过神来，吓得赶紧缩回了手。他觉得自己简直是疯了，怎么敢对公爵做出这么出格的举动？他一边往后退一边拼命道歉。拉里吓得语无伦次，拼命解释这只是家里的习惯，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冒失了，恨不得立刻从迪特里希面前消失。可迪特里希却始终保持着沉默，那种莫名的悸动再次袭来，让他根本无法忽视。他想知道这种感觉到底代表了什么。就在拉里准备逃走时，迪特里希却一把抓住了他的手。他低声叫着拉里的名字，语气里竟然带着几分请求。他说自己的眼睛还是很不舒服，能不能请他继续刚才的动作？其实眼睛疼只是个借口，他只是想借这个机会彻底弄清楚自己失控的原因。拉里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任由他把自己的手重新贴在脸上。这下轮到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。就在气氛最暧昧的时候，门外突然传来一声大喊，埃万杰林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，手里还显摆着刚弄到的稀有玫瑰。他压根没意识到自己打断了什么，还一个劲地道歉说自己来晚了。可话还没说完，他就察觉到屋里的气氛有点诡异。迪特里希和拉里各坐一边，谁也不敢看谁，那副别扭的样子简直把心虚2个字写在了脸上。埃万杰林一脸狐疑地盯着他们，问这2个人为什么都闷着不说话，是不是背着自己发生了什么？拉里和迪特里希几乎是异口同声，拼命摆手说绝对没什么。埃万杰林还是不肯罢休，凑近了仔细打量拉里，说他看起来状态很不自然，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拉里吓得魂都要飞了，只能一边打哈哈一边往后退。埃万杰林还在那儿兴致勃勃地显摆，说这玫瑰是专门给拉里母亲准备的。拉里也只能强撑着笑脸，客客气气地在那儿应酬。迪特里希坐在一旁，一个字也听不进去。他找了个借口起身离开，直到房门彻底关上，他才觉得自己活了过来。他独自站在空荡荡的走廊里，整个人都陷入了自我怀疑。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刚才竟然会对妹妹的朋友做出那么出格的举动，这种完全脱离掌控的感觉让他第一次感到了不知所措。他到底是在干什么？迪特里希试图躲进这片刻的安静里，用这种方式来麻痹乱成一团的脑子。埃万杰林推门进来告别，看他这副样子，忍不住吐槽：这种办法真的能让他好受点吗？他声音听起来闷闷的，说这感觉虽然比不上温热的手心，但勉强还能凑合。埃万杰林可没心思听他在这儿伤感，直接伸手揭开了那块毛巾。既然要走，总得正眼打个招呼吧。埃万杰林一边收拾一边交代行程，说要去拉里子爵领住上几天，临走还不忘调侃他，谁让他一直在这儿魂不守舍。这一聊才发现，他要去出差的地方离拉里那里竟然出奇地近。埃万杰林兴奋地提议让他办完事顺便过去。随着房门关上，屋里重新陷入了死寂。他一个人坐在沙发上，脑子里全是那个女人的影子。如果真的在那儿见了面，他还能像以前那样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吗？想去见他，但这件事对他来说真的太难了，他还没做好面对现实的准备。另一边，马车正沿着海岸线飞驰，埃万杰林看着窗外绝美的海景，整个人都兴奋坏了。他拉着拉里感叹，住在这种地方简直是种享受，家里人看到他回来肯定也会特别高兴吧。
拉里这魂不守舍的样子，埃万杰林看不下去了，问他从出发开始就在想什么，怎么整个人跟丢了魂一样。其实他脑子里全是刚才的画面，那种让人脸红心跳的亲密接触。明明告诉自己那只是因为公爵太累了，可当时的气氛实在太完美，让他根本没办法冷静下来。他拼命想把这些念头甩掉，结果埃万杰林突然凑过来惊呼一声，问他是不是从傍晚就开始紧张了。拉里吓得差点当场招供，难道自己这点小心思这么快就被埃万杰林看穿了？埃万杰林一脸看穿真相的表情，问他是不是怕回家被父母责备，毕竟自从收到那封信，他就一直在这儿心不在焉。拉里赶紧顺着话头演下去，直夸埃万杰林简直太了解自己了。其实他心里暗自庆幸，总算找个借口把公爵的事瞒了过去。埃万杰林得意地拉起他的手，说他们可是签过契约的好闺蜜，这点小麻烦根本不算什么。他早就准备好了各种贵重礼物，只要一见面就先送礼。长辈们一高兴，哪里还舍得发火？看着埃万杰林这么自信满满，拉里也只能笑着点头，只要能瞒住心里的那个秘密，现在说什么都行。马车终于停在了子爵府门前，拉里的父母早就等在门口了。可一见到身份尊贵的埃万杰林，这两位长辈竟然紧张的话都说不利索。他们一边行礼一边念叨着荣幸，甚至还特意提到能看到女儿和埃万杰林相处的这么好，真是让他们受宠若惊。埃万杰林小声跟拉里嘀咕说，他们看起来实在太拘谨了，这种气氛下连准备好的礼物都不知道怎么送出手。拉里看着父母那副小心翼翼的样子，只能无奈地安慰埃万杰林，再给他们一点时间适应吧，毕竟面对这种大场面，他们确实还没缓过劲来。拉里看着父母那副样子，心里其实挺不是滋味的。以前那些傲慢的客人给他们留下了太深的心理阴影，所以现在一见到大人物就犯怵。可父亲现在的表现实在太夸张，连让个座都显得手足无措，这种尴尬到极点的气氛让拉里都不知道该怎么收场了。好在埃万杰林是个聪明人，他发现大家根本放松不下来，决定拿出自己最擅长的社交手段，亲自来化解这场危机。他优雅地走上前去，主动向子爵夫妇问好，不仅语气亲切，还特意提到了拉里平时的夸奖，这下总算能让气氛缓和一点了吧。埃万杰林直接开启了礼物攻势，说为了感谢这次邀请，特意准备了一些小礼物。可这手笔哪里是小礼物啊，给子爵的是百年名酒，还配了块成色极好的蓝宝石胸针，给夫人的则是东方运来的稀有白玫瑰，外加一条闪耀的钻石项链，这阵仗简直大得吓人。子爵夫妇哪见过这种场面，一边觉得受宠若惊，一边又担心自家准备的东西太寒酸，连拉里都看愣了，完全没发现埃万杰林什么时候准备的这些。埃万杰林笑着安慰他们，说能被邀请就已经很开心了，毕竟是好闺蜜的父母，当然要留下一个完美的初印象。这番话直接说到了两位长辈心坎里。看着埃万杰林这么真诚又大方，子爵夫妇总算放下了心理负担，高高兴兴地收下了这份厚礼。这下子拉里总算能彻底松一口气了。看到父母和埃万杰林相处的这么融洽，拉里心里别提多欣慰了。这种大家互相体谅、谈笑风生的画面，正是他一直以来最期待的。可温馨的气氛还没维持多久，女仆就急匆匆地跑来报告，说门口又来了一位新客人，而且身份还不一般。听到洛佩兹小姐这个名字，拉里整个人都定住了，原本轻松的心情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出现在门口的竟然是塞拉菲娜。看他这副不请自来的架势，恐怕接下来的日子拉里家是别想太平了。塞拉菲娜这回是真的提到硬茬了，他一直把人家当成好用的工具，结果对方直接把话挑明，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他。原本以为自己是掌控全局的导演，没想到剧本还没写完，演员就掀桌子不干了。看着散落一地的残局，他怎么也想不通，那个一直听话的人怎么突然就不受控制了。拉里终于彻底清醒了，他当面告诉塞拉菲娜，这出提线木偶戏他不演了。塞拉菲娜根本无法接受，明明以前拉里还傻傻的说过，只要他开心自己就满足了，怎么现在突然变了一个人？但拉里不想再为了别人的剧本活着，从这一刻起，他要做自己人生的主角。拉里头也不回的走了，只留下一句冷冰冰的再见。塞拉菲娜就这么定在原地，这可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尝到被人拒绝的滋味，那种前所未有的挫败感，让他意识到自己引以为傲的掌控力正在彻底崩塌。更可怕的念头冒了出来，如果连最听话的拉里都走了，那他舞台上的其他木偶是不是也快要失控了？塞拉菲娜已经彻底陷入了疯狂，在他看来，自己才是这场戏唯一的主角，谁也别想从他的剧本里逃走。尤其是那个拉里，既然被他盯上了，这辈子都别想摆脱他的手掌心。还没等大家喘口气，这个阴魂不散的女人竟然找上门了，还借着送点心的名义想强行闯入拉里的生活。拉里心里很清楚，对方这副假惺惺的面孔下到底藏着什么坏主意，想进屋见面试探，拉里连这个机会都不打算给他。拉里的母亲还蒙在鼓里，觉得直接赶走客人太失礼，非要拉着女儿去见塞拉菲娜。拉里这下真的慌了，家里人根本不知道他已经和那个女人彻底闹翻，更不知道所谓的婚约早就没了。埃万杰林果然是个演戏高手，他装出一副大度体贴的样子，主动让大家不要因为他而拘束，甚至还反客为主，邀请拉里的父母单独聊聊。这哪里是来送点心的，这分明是想从长辈下手，彻底断掉拉里的后路。埃万杰林真是个社交天才，三言两语就聊到了长辈的心坎里，又是鲜花又是美酒，把拉里的父母哄得心花怒放。转眼间他就成了这个家里
最受欢迎的人，甚至开始反客为主，当着父母的面对拉里下起了逐客令。他故意提起还有别的客人在等，把拉里从亲生父母身边支开。拉里这次是铁了心要跟这个女人彻底做个了断，可塞拉菲那还在演戏，特意准备了小时候他最爱的点心，想用那点陈芝麻烂谷子的交情来软化拉里的态度。这种假惺惺的怀旧戏码，拉里一眼就看穿了，他根本不想听这些废话，只想让对方赶紧开门见山。眼看温情牌没起作用，塞拉菲娜居然还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。谁能想到这个看不起拉里一辈子的女人，居然会主动开口道歉？塞拉菲娜装得像个受害者，甚至还搬出了格雷戈里当挡箭牌，说他也想当面把误会解开。他拿出一封信作为诱饵，邀请拉里去参加接下来的宴会，口口声声说想回到从前。这种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戏码，拉里一个字都不信。一个人的本性怎么可能说变就变？塞拉菲那还在打感情牌，提起以前那些所谓的姐妹情深，甚至装出一副茶饭不思的样子，口口声声说害怕被抛弃。扎心的回答，没错，我就是要抛弃你。受害者从来没有义务去原谅加害者，那些伤害早就变成了伤疤，现在才来装模作样地道歉，实在是太晚了。拉里当场下了逐客令，让他带着那些虚伪的礼物赶紧滚蛋。没有这个女人的生活，反而让他觉得更轻松。拉里把话彻底说绝了，以后大路朝天各走半边，谁也别再来沾边。可塞拉菲那一听话，瞬间就撕下了伪装，他阴阳怪气的威胁说要让拉里的新主子看看他的真面目。可塞拉菲娜却露出了狰狞的笑，既然你这么有自信，那咱们就来玩个大的。他竟然直接把饮料泼向了自己，这是打算当众演绎出苦肉计。为了毁掉拉里的名声，这女人已经彻底疯了。拉里看着眼前的塞拉菲娜，总觉得这气氛有点诡异，对方居然摆出一副圣母的样子，说无论拉里做了什么坏事，他都会选择原谅。这根本不是在示好，这是要当众演绎出苦肉计。拉里刚想出声阻止，对方却露出了阴冷的笑，紧接着就是一声凄惨的尖叫。塞拉菲娜直接倒打一耙，哭喊着求拉里放过她，这演技简直无懈可击。尖叫声瞬间传遍了整个宴会厅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来。这下拉里真是百口莫辩了。拉里这下彻底爆发了，他直接撕开了塞拉菲娜的假面具，别再装可怜了，这里可是我家，你以为谁会信你？可话还没说完，一个声音直接让他僵在原地。拉里！偏偏在这个时候，所有人都撞见了这一幕，看折倒在地上的塞拉菲娜，拉里就算有事张嘴也解释不清楚了。父母的反应说明了一切，连埃万杰林都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拉里这下真的百口莫辩了，亲眼目睹了刚才那种场面，换作是谁恐怕都没法再信任他。这种被全世界抛弃的感觉才是最让人绝望的。塞拉菲那还在那儿演得起劲，全场没一个人敢出来说话，气氛已经压抑到了极点。可这正是幕后黑手最想看到的，只要所有人都背叛拉里，他就只能乖乖落入圈套了。拉里急忙解释说自己根本没动手，只是想让对方离开。埃万杰林却突然介入，直接掌控了全场。他盯着对面的人说，比起听你的控诉，我更想听听当事人的说法。这下没人敢再乱说话，可拉里心里却只剩下害怕。事情真的能这么简单结束吗？看着眼前这一幕，埃万杰林直接问出了关键，塞拉菲娜怎么会被弄成这样？塞拉菲娜立刻开始表演，说自己带着点心去求和，结果拉里不仅不领情，还当众把果汁泼到了他脸上。这盆脏水扣的可真够准的，拉里却连眼都没眨一下，当场拆穿了他的谎言，说是塞拉菲娜自己泼的。现在两边各执一词，埃万杰林却说自己没本事分辨真假，既然谁也拿不出证据，他打算用自己的方式来结束这场闹剧。埃万杰林这招真的太狠了，表面上是在心平气和讲道理，实际上是当众下逐客令。他先拿塞拉菲娜湿透的衣服说事，接着又把球踢给了主人家拉里。既然主人觉得不舒服，那客人就该自觉消失。塞拉菲娜根本没机会反驳，因为他连子爵夫妇的退路都给堵死了。这哪里是建议，这分明是当众处刑。子爵最终还是做出了选择，他让塞拉菲娜先回去，这摆明了是要划清界限。曾经的体面彻底碎了一地，塞拉菲娜只能狼狈的离开，连反驳的机会都没有。拉里在一旁看着热闹，还不忘夸奖埃万杰林考虑周全，特意安排仆人送客。这哪里是送客，分明是嫌他弄脏了地板，要把这晦气赶紧赶出门去。面对刚才那场闹剧，埃万杰林竟然主动站了出来，拉里显然没反应过来，这种时候竟然还有人愿意信他。埃万杰林倒是一脸淡定，觉得那些上不了台面的小手段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。他直接给出了最强力的承诺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永远都会站在你这边。听到这话，拉里心里总算踏实了，这种被人撑腰的感觉确实比什么都管用。既然已经挑明了立场，接下来的反击恐怕会比想象中更有意思。埃万杰林这次是认真的，他承诺以后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会坚定地站在拉里这边。这种毫无保留的信任，就是拉里现在最需要的底气。两人紧紧相拥在一起，之前的隔阂终于烟消云散。只要有这句话在，以后就没什么好怕的了。这时母亲推门走了进来，还带回了一个好消息，塞拉菲娜已经被送走了，那个挑拨离间的麻烦总算是彻底消失了。这位夫人突然打破了沉默，她客气地对埃万杰林说，真抱歉在您拜访的时候打扰，能不能让我和女儿单独谈谈？看来接下来的话确实不方便让外人听到。避开所有人的视线，母亲终于问出了心里的担忧。她说拉里今天实在太反常了，希望能听听女儿的真心话。
面对这份温柔的询问，拉里却陷入了沉默，因为在原本的剧情里，他是个宁愿自己受伤，也不愿让家人操心的人。这种习惯性的隐忍，让他一时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。从小到大，拉里最擅长的就是体贴别人，哪怕自己被刺扎伤，也要换来父母的一个微笑。这种习惯让他变成了一个只会默默忍受的配角，甚至连开口求助都觉得是种负担。但他突然意识到，母亲绝不希望看到他这样委屈自己。既然已经决定不再沉默，那就把藏在心里的秘密全部都说出来吧。谁能想到，拉里竟然一直默默忍受着欺凌。母亲心疼地拉住他的手，直言如果过得痛苦，那就该果断断绝关系，哪怕是擅自退婚这种大事，家里也绝对会站在他这一边。当妈的早就看那个男的不顺眼了，觉得自家女儿值得更好的。既然连埃万杰林都这么认为，那这事儿肯定错不了。只要拉里能开心，父母永远是他最坚强的后盾。这种无条件的信任，真的比什么都重要。埃万杰林这时候走了过来，问他们是不是已经聊完了。看来私房话告一段落，接下来该办正事了。子爵夫人客气地道了个歉，担心埃万杰林等得太久会无聊，可他却笑得落落大方，说自己和子爵聊得正开心，根本没察觉到时间过得这么快。几人一边在花园散步，一边聊起了南方的生意。埃万杰林对拉里家的领地了如指掌，甚至连贸易总部的事都一清二楚，顺势提到哥哥这次来就是为了考察贸易投资。听到对方提起了莱特商会，拉里也没有否认，这让子爵夫人暗自感叹，这位小姐现在的社交手段真是了得，照这样下去，很快就能讨得老夫人的欢心了。夫人有些遗憾地表示，像拉里家这么显赫的家族，平时举办的宴会实在太少了。拉里只是礼貌的回应，家里人更喜欢亲近，比起办宴会，他们更习惯接受别人的邀请。看到埃万杰林露出这种表情，拉里心里立刻警铃大作，这绝对是要搞大事情的前兆。他直接找上子爵夫人，提议要在这里办一场宴会，而且所有的准备工作他全包了。既然那些人敢欺负拉里，那就干脆把宴会定在同一天，这明摆着是要当众打对方的脸。子爵听完当场就炸了，感动他的人，这笔账必须得好好算清楚。子爵夫人也点头同意，看来这次是真的不能再坐视不管了。埃万杰林这招先斩后奏，直接把子爵的怒吼硬生生解释成了同意办舞会。虽然听着像是在胡说八道，但他显然已经掌握了话语权。子爵夫人竟然也跟着起哄，不仅没怀疑，反而比谁都要兴奋。这下拉里彻底没话说了，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了控制。埃万杰林甚至还要加大力度，要把这场舞会办成南方最盛大的一次，根本不给拉里拒绝的机会，直接拉着长辈就开始商量细节。这下真的要变天了。办这场宴会确实能稳固家族地位，对拉里来说是件好事。可他更担心埃万杰林的身体，毕竟从沙龙开始就没怎么休息过。本想让他在这儿放松一下，结果又要为了家族名声连轴转。转眼到了第二天，全家人都开始为宴会忙碌起来。子爵正忙着布置会场，子爵夫人也带人准备好了物资。看来这场社交大战马上就要拉开帷幕了。埃万杰林正兴高采烈地展示他为派对准备的一切，鲜花美酒，还有亲手设计的请帖。看他这副乐在其中的样子，拉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原来之前的担心全是多余的，他比任何人都要适应这里。不过现在可没时间闲聊，埃万杰林拉起他就要出门。这请帖到底要送给谁？看他这副志在必得的样子，接下来的这位客人恐怕才是真正的重头戏。埃万杰林笑着开口，要把消息传给南方所有的贵族，这可不是在商量，而是要给整个南方换个天。想要让南方彻底变天，第一步就要从名媛们最爱聚会的地方下手。埃万杰林把准备好的信件递了过去，叮嘱拉里一定要亲手交给那些关键人物，甚至连没到场的人，他都提前列好了邮寄名单。看着这份滴水不漏的计划，拉里才发现这个女人的野心远比想象中还要大。拉里心里直打鼓，担心自己头一回露面会搞砸，毕竟他在南方社交圈连个能说话的朋友都没有。埃万杰林听完直接笑了，反问他：“你以为办沙龙是为了交朋友吗？那都是为了地位和人脉。”他提醒拉里，想要在社交界站稳脚跟，就要拿出点小姐的气势来，不能总这么缩手缩脚。临走前，他还给拉里撑腰，要是那些人敢不听话，就直接报上我的名号，看谁还敢不给面子。以前总觉得自己好说话，结果谁都能上来踩一脚。塞拉菲那敢这么嚣张，不就是觉得我没脾气吗？这种日子该结束了。拉里决定不再当那个软柿子，他要让所有人知道，阿内西家的人可不是好惹的。他主动走向那群名媛，笑着问道：“7月5号，各位有空吗？拉里家准备办一场大派对。”那些人背地里都在笑话他，觉得他上次闹得还不够丢人，居然还敢主动送上门来。他们以为这只是个笑话，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精心准备的鸿门宴。看来塞拉菲娜已经动手了，到处散布谣言，这是想彻底把拉里孤立起来啊。果然，麻烦这么快就找上门了。对方端着茶杯，阴阳怪气地问：“权力的滋味就那么好吗？靠讨好别人换来的优待，你是不是觉得很自豪？”他根本没打算反驳，反而大大方方地承认了，确实挺不错的。这世界上难道还有人讨厌权力吗？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这话一出，对方直接被噎住了，气得当场拍桌子大叫：“不过是得宠了几天，你居然敢这么嚣张！”当面被骂，厚颜无耻。拉里不仅没生气，反而觉得这群人吵架的样子简直像急了乱叫的吉娃娃。他一个没忍住，直接笑场，这下可把对方气得够呛，质问他到底在笑什么。拉里赶紧摆手道歉，说自己只是觉得他们刚才说的话实在太精彩，
毕竟能被帝国最高贵的人当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，甚至还愿意花大把时间陪着自己，这种福气谁能不孝敬？他这一通捧杀，直接把埃万杰凌架在了高处。刚才那副泼妇骂街的劲儿，现在是想收都收不回来了。拉里直接把话挑明了，他交朋友从来不看什么附加条件，这就是他的态度。可这话在菲兰小姐听来，简直就是赤裸裸的羞辱。她当场翻脸下了逐客令，甚至连那份请柬都不屑一顾。就在气氛僵持不下的时候，一个冰冷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：“真的不需要这份请柬吗？”埃万杰林竟然亲自现身了，他似笑非笑地看着这群人，直言这场聚会就是他亲手筹备的。刚才还嚣张跋扈的几个人，这下彻底踢到了硬板上，连大气都不敢喘了。这两人还在拼命狡辩，说自己只是讨厌拉里，才不是想针对埃万杰林，甚至还想倒打一耙，说埃万杰林是被拉里给骗了。埃万杰林冷笑一声：“你们是觉得我很好骗吗？还是觉得我连好坏都分不清？”拉里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，这下那两个女人彻底踢到铁板了。他们还没意识到，现在的埃万杰林可不是好惹的，这回真的要大难临头了。埃万杰林这回是真不打算给面子了，既然你们分不清朋友和仆人的区别，那这邀请函你们一张也别想拿到。这可不是在耍小脾气，因为错过这场聚会，就等于被顶层社交圈彻底除名了。他随口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，能参加这次聚会的人才有机会进入克劳迪斯沙龙。刚才还阴阳怪气的几个人，这下彻底没话说了。他们终于意识到自己到底错过了什么样的大机会。谁能想到一张邀请函竟然让这群名媛彻底疯了？拉里还没反应过来，现场就已经完全失控，大家全在抢着要名额。拉里急得不行，这样私自增加宾客名单，万一公爵大人怪罪下来，后果根本没人能承担。可现在的埃万杰林早就被热情的夸赞冲昏了头，根本听不进任何劝告，场面已经彻底乱套了。这下该怎么收场？曾经那些高傲的名媛，现在竟然在商量要不要低头去跟拉里道歉。毕竟只要能在这场宴会上站稳，他在社交界的地位就再也没人能撼动了。迪克里希看着手里的信，这场赌上一切的博弈，真的能像预想中那样顺利吗？埃万杰林在信里开门见山，说是请哥哥帮个小忙，其实是想让他去舞会撑场面，好把南方的贵妇们都引过来。嘴上说着是请求，语气却像是在下最后通牒，如果不去，以后就别想再见到这个妹妹了。不仅要人到场，还得带上各种昂贵的礼物，甚至连自己想吃的蛋糕都列好了详细的清单。迪克里希看着这封信，这哪里是邀请函，分明是披着华丽外衣的威胁信。他把信收好，吩咐管家去查清楚，看看这丫头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。管家提议一起出门，迪克里希却已经穿戴整齐，因为他还有个重要的任务。他独自来到这家华丽的店铺，既然是妹妹交代的差事，那就要选个最拿得出手的。他想给20出头的女性挑个礼物，店员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，把她带到了最显眼的位置。虽然妹妹说没人会拒绝珠宝，但他还是有些犹豫，还没确定关系就送这种东西，真的不会吓到对方吗？脑子里全是那天亲吻他手背的画面，对拉里的感情好像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合作了。还没开口挑礼物，就被店员一眼看穿了心思，调侃他是要送给心上人。他赶紧解释说只是为了还人情，可这副慌张的样子，明摆着就是此地无银300两。店员看破不说破，推荐了这款海洋风格的手链，还有这对粉金耳环。看来这次他是真的动了真情。这副耳坠的颜色简直和拉里的眼睛一模一样，迪克里希一眼就相中了他。既然他之前送过礼物，那这次正好礼尚往来，送这种小饰品最合适不过。他直接买下了2件，还特意叮嘱要包装好，毕竟这份心意必须体面。与此同时，埃万杰林也忙得不可开交，宴会的账目总算核对完了。他如释重负地放下笔，看来万事俱备，就等那场重头戏开场了。拉里仔细核对着账目，没想到埃万杰林不仅把宴会安排得妥当，甚至比预想中还要省钱。埃万杰林这招借力打力玩得很漂亮，搬出子爵夫人的名号去砍价，谁敢不给个面子？这份滴水不漏的办事能力，让埃万杰林终于松了口。这场讨厌埃万杰林算是拿下了。可还没等两人庆祝，管家就神色匆匆地赶来，他开口就问起了昨晚那个神秘人。看来昨晚发生的事情，终究还是瞒不住了。埃万杰林随口提到了公爵的随从，拉里第一反应就是家里出事了，毕竟那个男人平时可没这么好说话。没想到接下来的话更让人坐不住，埃万杰林竟然私自邀请了哥哥来参加舞会，还想让公爵当拉里的第一任舞伴，这简直是在挑战社交界的常识。谁不知道那位大人平时有多忙，连皇室的邀请他都未必给面子。但埃万杰林显然有自己的打算，想要在贵族圈子里真正站稳脚跟，就必须有公爵这个最强靠山。埃万杰林很清楚，埃万杰林绝对会用最糟糕的方式来应对现在的局面。毕竟那个曾经被他瞧不起的人，如今不仅成了舞会的焦点，还和帝国唯一的公爵共舞。塞拉菲娜的出现彻底打乱了埃万杰林的生活，甚至连他身边的人也因为这件事丢尽了脸面。看着眼前这几个各怀鬼胎的女人，塞拉菲娜终于坐不住了，她语气冰冷地问道：“你们几个到底为什么要叫我来这里？”几人直接拦住了去路，一字一句地质问：“你之前说的那些话到底是不是真的？”面对这种当众的逼问，塞拉菲娜陷入了沉默。如果这真的是个谎言，那这场博弈可就彻底失控了。安茜根本不打算给对方留活路，她当众指出，如果塞拉菲娜说的是真话，那埃万杰林和拉里的关系绝对不可能像现在这么亲密，甚至还要一起举办派对，这逻辑根本站不住脚，谎言眼看就要被彻底拆穿了。可塞拉菲娜
却被派对这2个字勾起了更深层的恐惧。古斯托家族的宴会就在眼前，难道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吗？这招简直是杀人诛心，故意把宴会时间撞在同一天，就是要逼着所有贵族公开站队，这明摆着是要断了塞拉菲娜的后路。这帮人因为支持了塞拉菲娜，结果连对方的门槛都进不去，他们现在可不是来安慰人的，而是来讨个说法的。塞拉菲娜还想拿刚才的意外打圆场，可菲兰根本不吃这一套，他冷笑着挑明了来意。比起那杯泼掉的果汁，他更在乎之前那份情报的真假。如果那份情报真的有问题，塞拉菲那今天恐怕就别想全身而退了。当初说拉里只是个卑微的跟班，还说他为了讨好别人丢尽了脸，可事实根本不是这样。埃万杰林竟然为了他亲自出头，这下大家全成了欺负弱小的恶人。菲兰这会儿倒是反应快，直接把矛头指向了塞拉菲娜，说是被他误导才看清了拉里，这分明是想拉个垫背的。塞拉菲那一眼就看穿了这种小把戏，想拿我当替罪羊，真是一群喂不饱的白眼狼，帮了这么多忙，最后竟然反过头来咬我一口。在某些人眼里，这些所谓的男爵千金不过是随时可以丢掉的棋子，既然已经没用了，那就彻底清理干净吧。还没等事情平息，塞拉菲娜就被拦住了去路。菲兰显然是来讨个说法的，面对质问，塞拉菲娜却表现得异常冷漠。她说这全是他们自愿做的，自己可从来没下过命令。这甩锅的速度真是让人心寒。没等对方反应过来，他已经头也不回地离开了，只留下他们在原地愣神。这场利用与被利用的游戏，远比想象中更残酷。面对菲兰的步步紧逼，塞拉菲娜不仅没有半点慌张，反而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。她语气平静地反问道：“菲兰小姐，你到底在说什么呢？在这世界上，没有人比我更在乎拉里，也只有我才有资格永远留在他身边。”本以为已经彻底看透了拉里，甚至觉得两人早就达成了默契，可他为什么还要说那些难听的话？这种反常的举动实在让人想不通。曾经的亲密难道全是装出来的？这背后的谁比想象中还要深？带着满肚子的疑问，他回到了这座看似平静的宅邸。接下来的局势恐怕要彻底变天了。塞拉菲那一边走一边盘算，既然格雷戈里平时那么听话，让他改个聚会日期应该不难，绝不能让男方的宴会被毁掉。可他刚推开门，眼前的景象就让他愣住了。格雷戈里正被骂得狗血淋头，看来事情远比他想的要麻烦。格雷戈里跪在地上动都不敢动，就因为他跟拉里闹翻，对方竟然直接联手了克劳迪斯家族，还要大张旗鼓的举办宴会。古斯托伯爵气的直跺手杖，现在想改宴会日期已经来不及了，这对家族名声来说可是致命打击，他绝不允许这种丑闻传出去。他冷冷地丢下最后通牒，要是让宾客察觉到半点风声，格雷戈里就等着受罚吧。看着父亲愤怒离去的背影，格雷戈里这下是真的走投无路了，他到底该怎么收场？格雷戈里现在一个头两个大，全是因为拉里把事情搞砸了，正烦着呢，一抬头发现塞拉菲娜就在跟前，他赶紧凑上去想讨个主意，毕竟阿内西家族这回是动真格的了，退婚之后立马办宴会，明摆着是要公开叫板，要是风向全倒向那边，局面可就彻底没法收拾了。可塞拉菲那一句话都没说，甚至连个眼神都没给，直接转身就走，只留下格雷戈里一个人在原地发愣。这下他是真的彻底没招了，日期竟然真的改不了。塞拉菲娜这下彻底慌了，如果男方的聚会空无一人，那他精心准备的一切都成了笑话。本来能在这里大出风头，甚至比在京城还要受人追捧，可现在这个夏天的所有计划全泡汤了。这下塞拉菲娜彻底乱了阵脚，她根本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，嘴里一直念叨着不可能。可无论他怎么否认，该来的还是躲不掉。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转眼间大家已经聚在了阿内西子爵府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看看这排场，在南方能办出这种规模的舞会，简直是闻所未闻。宾客们都在私下议论，这简直比京城的豪门还要气派。就在这时，今晚真正的女主角终于现身了。拉里这一身装扮，直接让全场安静了下来。原本那些围着别人转的目光，现在全都被他勾了过去。拉里站在高处，从容地向全场宾客致谢。这场为了南方贵族准备的宴会，他才是真正的主角。他还特意点名感谢了那位费心筹备的克劳迪亚小姐，这番话大方得体，让人挑不出半点毛病。就在全场气氛达到顶点时，他话锋一转，拉里这番致辞简直滴水不漏，他用最完美的姿态彻底掌控了全场的节奏，台下的赞美声根本停不下来，大家都觉得这位拉里小姐的表现简直无可挑剔，甚至有人开始小声议论，以前怎么没发现她这么漂亮？看来今晚过后，社交界的风向真的要变了。现在全场的话题中心全都在拉里身上，大家都在感叹，这位拉里小姐不仅办事利索，人也美得不像话，连卢卡斯子爵夫人的小侄女见她第一眼就被迷住了，家里人这会儿更是面子十足，直夸她是天生丽质，平时稍微用点玫瑰油保养就能惊艳全场。可就在这一片叫好声中，埃万杰林却独自坐在一旁，看着曾经那个不起眼的女孩，如今成了众星捧月的焦点。他低声念着拉里的名字，埃万杰林坐在一旁，心里正犯嘀咕，虽然两人签了友谊契约，但总觉得还隔着一层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像家人一样亲密地称呼他呢？拉里这会儿主动走了过来，开口就是一顿夸，说今晚宴会能办得这么完美，全靠这位大小姐出谋划策。两人你一言我一语，这社交辞令说的是相当到位。埃万杰林也是个傲娇性子，开玩笑说拉里今晚
只能排第2美，因为第1美得留给他自己。这种明目张胆的较劲，反而让气氛变得轻松了不少。拉里不仅没生气，还细心的发现他忙得没吃早饭，直接拉起他的手，要去带他吃最喜欢的巧克力饼干。这种不经意间的温柔，简直让人没法拒绝。看来这两人的关系真的要迎来质的飞跃了。正当拉里准备去吃点心，半路却杀出个程咬金。一个男人突然凑了上来，毕恭毕敬的想请他跳支舞。可拉里盯着他看了2眼，这人怎么越看越眼熟？这不是塞拉菲娜身边那个跟班吗？以前为了巴结别人，他可没少在背后说风凉话，甚至还当众嘲讽拉里，说他站在美女身边就像个野兽。当初骂的有多难听，现在这副讨好的嘴脸就有多讽刺。他该不会真以为那些话拉里全都听不到吧？这家伙怕不是还没睡醒，真以为拉里还是以前那个任人拿捏的小透明。面对托特勋爵的邀请，他连客套都懒得客套，当众就把他给拒了。看着这男人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，埃万杰林更是火大，直接冲上来护住拉里，拉着他就要去吃点心，临走还不忘补上一刀，说这种丑八怪也敢来凑热闹。虽然拉里觉得这话有点狠，但心里估计也是暖暖的，毕竟这种有人撑腰的感觉可比跳什么舞要爽多了。埃万杰林还在那碎碎念，说拉里可是全场第2美，怎么能跟那种丑八怪跳舞，简直是拉低了朋友圈的平均颜值。拉里听了也是哭笑不得，干脆顺着他的话开玩笑说，既然找不到更帅的，那他今晚干脆就在这儿吃点心，一支舞也不跳了。谁知这位大小姐早就留了后手，一脸神秘地说，别急啊，你的正牌舞伴马上就到。话音刚落，外面就传来了阵阵骚动，路人们都在小声议论，说克劳迪亚家的马车到了，那位传说中的公爵大人竟然真的现身了。这下轮到拉里彻底慌了，虽然一直盼着他来，可真到了这一刻，心里还是乱成了一团麻。这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呢，人怎么就到了？随着大门被推开，今晚真正的重头戏终于登场了。迪特里希这一露面，全场的空气都像是凝固了一样，他根本没理会旁人的目光，径直走向了拉里。那一声拉里小姐，叫得拉里整个人都定在了原地。迪特里希不仅没有架子，还非常绅士的为迟到道了歉，这反倒让旁边的子爵大人坐不住了，赶紧诚惶诚恐的出来接话。可迪特里希接下来的话却让气氛变得有些微妙。他打量着眼前的子爵夫妇，问他们是不是拉里的家人。看这架势，公爵大人这是要当众查户口了吗？迪特里希接下来的举动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，他竟然主动向子爵夫妇行礼，还把宴会厅的布置夸了个遍。拉里赶紧接话，说这都是克劳迪亚小姐的功劳，但他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迪特里希这可不是简单的客套，他这是故意在全城贵族面前当众给拉里家撑腰呢。只要公爵表现出这份尊重，以后谁还敢小看拉里？公爵兄妹俩这份周全的心思，真是让人心里暖到了底。这下拉里家要在社交界彻底翻身了。场面话总算交代完了，公爵这回可是1秒钟都不想耽误，直接奔着拉里就去了。他说还好没错过华尔兹的时间，接着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发出了今晚最重磅的邀请。他问拉里愿不愿意跟他跳一支舞，这哪是简单的跳舞啊，这分明是在全城贵族面前宣告谁才是他心里的唯一。说真的，直到现在拉里还没从那天的劲儿里缓过来，光是这样被迪特里希牵着手，他就快要忘记自己的身份了，万一真的陷进去该怎么办？他最后还是轻声回应，这是我的荣幸，公爵大人。舞池里的气氛越来越暧昧，现在的距离比之前在书房独处时还要近，这种压迫感让他完全没法冷静，甚至担心对方会发现自己的心思。迪特里希却在这时低声提醒，跳舞的时候不是应该看折舞般的眼睛吗？他只能顺着对方的话回答，您说的对，公爵大人。拉里现在满脑子都是，这男人简直是在用脸杀人，再这么下去他真的要彻底沦陷了。为了缓解尴尬，他赶紧找了个话题，您是因为小姐的邀请才勉强过来的吧？谁知道迪特里希根本不接这茬，反而盯着他的眼睛说，我是为了见你才来的。这突如其来的直球差点让他当场宕机，可冷静下来一想，公爵未来的另一半明明应该是那位圣女才对啊。拉里突然发现现在竟然没人敢对他指手画脚了。回想这段时间，身边的一切都在悄悄改变，父母脸上不再是愁容，甚至还交到了真心相待的朋友。如果这些都能改变，那公爵对他的那些温柔是不是也藏着真心？既然命运已经偏离了轨道，那公爵身边那个最终的位置有没有可能也换个人坐坐？拉里这次没再退缩，既然气氛都到这了，他干脆大方承认，其实我也一直想见你。迪特里希这下是彻底被拿捏了，看来两人的心思总算想到一块儿去了。一曲舞毕，两人的关系显然有了质的飞跃。不过现在惦记拉里的可不止公爵一个人，就连埃万杰林都在因为见不到他而发愁呢。看来现在的他真的成了社交圈的香饽饽。看折舞池里闪闪发光的拉里，埃万杰林心里感慨万千，现在的拉里已经成了大家想高攀都够不着的存在。为了不打扰人家叙旧，他很识趣地躲到了露台上，想把这难得的时间留给他们。可还没等他安静一会儿，身后就传来了脚步声，竟然是子爵夫人亲自找了过来。夫人听说他明天就要回京城，特意赶在出发前想当面跟他说声谢谢。这突如其来的重视让埃万杰林一时间都没反应过来，子爵夫人这一弯腰把埃万杰林整个人都给整懵了，堂堂长辈竟然行这么大礼。子爵夫人说这全是真心话，她已经太久没见女儿笑得这么灿烂了，
以前的拉里受了委屈也只会憋在心里，总觉得自己哪都不如人。可现在女儿不仅敢大方说出心里话，甚至还第一次在舞池里跳了舞，看着女儿像变了个人一样，当妈的这颗心总算能放下了。这一切的改变都是因为有了这个好朋友。夫人最后甚至还郑重拜托他，以后也要继续关照拉里。这份真诚的托付真的让人没法拒绝啊！看着子爵夫人这么疼女儿，埃万杰林心里其实挺羡慕的，能在这么温暖的家里长大，拉里真的很幸福。可夫人却摇了摇头，说是拉里帮了他更多，甚至还开玩笑说自己才应该好好讨好这位好朋友。夫人还主动发出了邀请，下次一定要再来家里做客，到时候和拉里一起好好度个假。面对这份热情的期待，埃万杰林自然是满口答应。看来这趟旅行，他不仅收获了友情，还感受到了久违的家人的温暖。随着马车缓缓停下，舞会还在继续。塞拉菲那表现得异常冷静，还反复叮嘱说只要聊完就走，绝对不能被任何人发现。格雷戈里虽然嘴上说着别担心，但气氛明显有点不对劲。他口口声声说只是来社交的，可这语气听着怎么看都不像是来交朋友的。华丽的大厅里冷冷清清，格雷戈里这次真的要完蛋了。明明求遍了所有认识的贵族，结果到场的还没10个人，这简直就是公开处刑。要是被父亲知道，他绝对没好果子吃。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，身后突然响起了脚步声，格雷戈里竟然还有人愿意露面。塞拉菲娜突然提了个建议，要不我们也去参加聚会。格雷戈里听完直接愣住了，连你也要倒戈去那边吗？他却表现得非常大度，说这都是为了长远打算，现在主动过去认个错，总比明年继续被针对要强。格雷戈里哪见过这种手段，还以为他是真的在为自己着想，甚至开始担心他太柔弱，怕他再被那个拉里欺负。他决定亲自陪他一起去，却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已经一步步走进人家不好的局里了。塞拉菲娜这招以退为进，直接把家族大义搬了出来。格雷戈里哪见过这种阵仗，当场就被感动得一塌糊涂。他觉得自己是在守护柔弱的未婚妻，却根本没看透那层伪装。两人就这样各怀心思的出发了。可坐在摇晃的马车里，格雷戈里看着眼前的女人，心里却突然泛起了嘀咕：最近的塞拉菲娜怎么总让他感觉有点陌生？格雷戈里盯着眼前的未婚妻，总觉得她像是变了个人，身上那股冷冰冰的气场让他心里直发毛。可当塞拉菲那转过头，笑着问他是不是该出发了，格雷戈里又瞬间缴械投降。看着那副灿烂的笑脸，他开始怀疑是自己想多了。这么温柔的人，怎么可能有那种可怕的眼神？马车缓缓驶向聚会地点，他却不知道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聚会才刚开始，迪特里希就成了全场的香饽饽，想要他跳舞的，赶着来套近乎的，一波接一波，根本停不下来。拉里在旁边看着这熟悉的画面，心说这家伙的人气还真是走到哪都这么离谱。他倒是一点也不沾人，反而非常识趣的主动开口，让他尽管去应酬那些客人，自己正好趁机去办点别的事。迪特里希也没客气，简单应了一声，两人就这样在众人的注视下，暂时分头行动了。迪特里希看着拉里走远，心里那点小算盘全落空了。他本来还想多陪他一会儿，结果人家走得比谁都干脆。拉里倒是没想那么多，只觉得刚才的气氛有点尴尬。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正事，那个说要出来透气的埃万杰林到底躲到哪儿去清静了？不过话说回来，他这次特意避开人群，可不只是为了找人这么简单。拉里这会儿心情大好，以前这种场合他就是个拎包的，只能眼巴巴看着别人跳舞。可今天他终于和心上人共舞了一曲。正当他躲在角落回味那份浪漫，整个人都快飘起来的时候，一个熟悉的声音直接把他从美梦里拽了回来。回头一看，竟然是格雷戈里。这家伙显然不是来叙旧的，一开口就带起火药味，质问他到底在闹什么脾气。格雷戈里气势汹汹地追了上来，质问拉里为什么要突然办这场聚会。在他看来，这简直是明摆着要羞辱他们家族，毕竟两家的聚会竟然撞在了同一天。格雷戈里觉得这绝对是拉里故意的，可拉里根本没把他的怒火当回事，反而一脸淡定地反问：难道法律规定这天只有你们家能请客？看着对方那副吃瘪的样子，拉里干脆把话挑明了。他说：真不好意思，客人们好像都更愿意来我这儿。最后还不忘杀人诛心补上一句：要是你那些朋友够给力，也不至于一个都没留住吧。这一番话直接对得格雷戈里半天没憋出一个字来。格雷戈里突然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，他觉得拉里最近这一连串的反常全是在跟他玩欲擒故纵的把戏。他甚至还摆出一副看透一切的姿态，劝拉里赶紧收手，说这种故意让他嫉妒的招数对他根本没用。拉里听得满头问号，只能再次耐着性子重申，他是真的要解除婚约。可这男人的脑回路简直绝了，他坚信拉里提离婚就是为了让他反过来去追他，甚至觉得拉里去跟公爵跳舞也是为了故意气他。看着眼前这个自恋到极点的男人，拉里已经彻底没话说了。这人的自我感觉未免也太好了一点。格雷戈里还在那儿摆谱，他嘲笑拉里别太把自己当回事，说就算公爵跟你跳了支舞，你也只是个小小的子爵女儿。话还没说完，一个低沉的声音突然插了进来，反问他子爵女儿到底哪里不好。格雷戈里当场就没声了。拉里抬头一看，惊喜地喊出了对方的名字，没错，正是迪特里希公爵亲自过来了。这下看格雷戈里还怎么收场。迪特里希公爵这气场全开，直接挡在了拉里身前。他盯着眼前的格雷戈里，语气冷得像结了冰。他问格雷戈里，刚才那些话有本事就当着他的面再说一遍。迪特里希直接找上了格雷戈里，这语气听着可不太妙。他问格雷戈里
是不是觉得自己身份够了，竟然敢在这儿贬低拉里？格雷戈里这下彻底慌了，赶紧解释说自己不是那个意思。可迪特里希根本不吃这一套，他提醒格雷戈里认清现实，拉里想跟谁跳舞都轮不到外人插嘴，更何况婚约早就已经解除了，现在又跑来纠缠不放，这副样子真是太难看了。看这发火的架势，拉里总算见识到了，公爵和埃万杰林真不愧是亲兄妹，连生气的方式都一模一样。刚才还嚣张跋扈的格雷戈里，现在连头都不敢抬，道完歉就赶紧灰溜溜的跑了，这变脸的速度也是没谁了。迪特里希转头看向拉里，语气瞬间温柔了不少。他说实在看不下去格雷戈里那副嘴脸，才忍不住出手帮忙的。拉里心里其实挺感激，但也好奇他怎么没去陪客人。没想到迪特里希直接承认，他就是想一直陪在舞伴身边。这直球打得让人猝不及防，看来今晚的舞会才刚刚进入正题。拉里其实心里有点过意不去，毕竟迪特里希可是全场的焦点，老这么陪着自己，怕是耽误了他的正事。正说着呢，拉里忍不住打了个响亮的喷嚏，这下气氛可尴尬了。他赶紧解释是晚风太凉，想给自己找个台阶下。迪特里希倒是一点没介意，直接脱下外套披在他身上，这动作自然的让人没法拒绝。他凑到拉里身边，低声叮嘱，虽然知道他自己能应付，但以后要是再遇到麻烦尽管把他的名号搬出来当挡箭牌，这哪里是披外套啊，分明是在当众给他撑腰。看来以后谁想动拉里，都得先掂量公爵的分量了。拉里看着眼前的迪特里希，心里忍不住感叹，这颜值杀伤力实在是太强了。他脱口而出说他跟埃万杰林简直一模一样，说完才发现自己又说漏嘴了。迪特里希倒是一点没生气，反而觉得能帮到亲近的人是种荣幸。这话听得拉里心里暖暖的，有这么一位公爵大人当靠山，安全感简直直接拉满。拉里正打算去找埃万杰林会合，刚一转身就被迪特里希叫住了。他轻轻拉住拉里的手，说在离开之前还有件东西想要送给他。他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，解释说是给妹妹选花时顺手买的，不知道合不合她的心意。虽然嘴上说是顺便，但这礼物送的时机可真够巧的。盒子一打开，里面是一对精致的粉色花朵耳坠。迪特里希表现得很谦虚，说自己审美不太行，不知道拉里会不会喜欢。他解释说这是为了感谢之前的钢笔，虽然已经给伯爵家送过正式回礼了，但这一份是他想亲手交给拉里的私人心意。拉里看着手里的耳坠，心里感触特别深，以前的格雷戈里从来没为他这么用心的挑选过礼物，想到这个男人曾独自在店里反复挑选，只为了送出一份让他开心的惊喜，拉里心里满是感动。这句谢谢他是真心实意的想说出口。拉里现在简直幸福感爆棚，他对着迪特里希大声宣布，这份礼物他会一辈子好好珍藏，觉得自己就是全世界最走运的人。迪特里希看着他开心的样子，眼神里全是温柔。他叮嘱拉里外面风大，让他赶紧回大厅暖和暖和。至于还没回来的埃万杰林，他会亲自去把人找回来。拉里一边往回走，心里还在不停的回味刚才那场华尔兹，还有手里这份沉甸甸的心意，这一切美好的简直像在做梦。可刚走到门口，他突然一拍脑门愣住了，光顾着高兴，竟然忘了把外套还给迪特里希。不过转念一想，这不正好又给了他一个下次去见他的完美借口吗？拉里觉得还是得赶紧把外套还回去。他抱着衣服重新回到花园，一边走一边轻声呼唤公爵大人，想看看他是不是还在原地等着。远远看到喷泉边有个熟悉的身影，拉里心里一喜，正打算快步走过去打个招呼，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出口，整个人就彻底定在了原地。眼前的画面就像一盆冷水，直接把他刚才的幸福感全浇灭了。刚才还对自己温柔体贴的迪特里希，此刻正紧紧抱着另一个女人，那是塞拉菲娜。这突如其来的反转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他的一场幻觉吗？拉里看着眼前这一幕，心里只剩下了冷笑。是啊，这才是故事原本该有的样子。小说的主角永远是他们两个。他转过身，只想离这个让他窒息的地方远一点。拉里在黑暗中拼命奔跑，脑子里全是自嘲，他到底在期待什么？脚下一滑，他重重地摔在了草地上，身体的疼痛让他稍微清醒了些，可手里还紧紧攥着那件外套，这原本代表温暖的东西，现在却像是在嘲笑他的自作多情。他坐在地上，看着掉在一旁的礼物盒子，刚才的幸福感就像这满地的月光一样，抓不住，也从来不属于他。拉里默默捡起掉在地上的礼物，心里只剩下自嘲，该发生的终究还是发生了。他觉得自己真是自作多情，竟然妄想改变既定的命运。而在喷泉另一边，迪特里希正一脸焦急，他扶着怀里的塞拉菲娜，连声询问他到底怎么了。塞拉菲娜虚弱地靠在他身上，小声解释说自己只是突然头晕站不稳，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任谁看了都没法不管。迪特里希盯着眼前的少女，浅绿色的长发，还有那双翡翠般的眼睛。迪特里希盯着眼前的少女，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越来越强烈。难道她就是传闻中的洛佩兹小姐？如果真的是她，那之前所有的寻找就都有了答案。可他并不知道，此时此刻，拉里正躲在远处看着这一切。